女人正与兽服将尿尿，不料却引发天地异响。花岭叶终于得到了妻主的认可。就在几人回到云霄城时，店铺门口竟围满了兽人。苏大夫，你的医馆还开门吗？我们挂的号还能管用吗？苏老板，我们每天都过来排队，等着买馅饼吃呢。看着大家急切的样子，星河连忙解释起来：放心吧，无论是苏记14还是医馆都正常营业。不过今天没有豆浆了，还有医馆的号，今天会一起都给大家看了。听到这话，众人才算放心下来。星河在医馆这边忙了起来，温南希他们也开始做起了馅饼。很多人还在关心收徒的事情，于是赶紧问了起来：苏大夫，您之前说收徒是真的吗？苏大夫，我可以跟你学医术吗？我会按时交学费的。像苏大夫这样医术高明的人，能够对外收徒，那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所以大家都盯着呢。星河正在忙活间突然一愣：学徒费？对，苏大夫，只要你收我为徒，学费你尽管说。此时众人也在期待着他的回答，感觉学费应该很贵。星河摇头轻笑起来：我这里不收学徒费，但做我徒弟可是有要求的。在医术上我会要求严格，同时要一边学习一边在这里帮忙。学成之后需要在医馆坐诊10年，10年之后可以留下或离开。不仅不收学徒费，还会有工钱，每个月1个银色金币。众人直接惊呼起来，竟然还有这样的好事！对，在医馆帮忙学得更快了。大家激动的想当场拜师，不过星河还需要面试他们，从中选拔适合的徒弟。这2天先忙医馆和14的事，抽空还要写本基础的医书才是。与此同时，寿皇城梅家属下正在向家主汇报，启禀家主夫人，收到了传信的机关鸟。梅家主脸色一变，这是儿子留给星河的机关鸟，只有要紧的事情才会使用。梅夫人脸色变得凝重起来，别是星河出了什么事，快看看书信里写了什么。此刻梅清晨正在灵池中淬炼身体，为了觉醒仪式做着准备。梅家主刚刚拿出盒子，就感受到了浓郁的灵宝气息，药材真的是千年玄霜花，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梅夫人也是一惊，这孩子真的有心了，他怎么会这么好呢？梅家主也笑了，这后面还有药方，跟千年玄霜花一起入药，你的身体就彻底好了。梅夫人声音温柔认真，星河的医术比御医不知强了多少倍。不过他问的这件事，真的能解除那种生死制约吗？从来没有雌兽解除这种制约，他可真好啊！越了解我是越喜欢。不管怎么说，咱们都要帮他解答。此时梅家主却神色凝重，这是天道强大的制约，我需要开启强大的祭祀仪式，才可能得到答案。不过这次需要心头血。梅夫人叹了口气，星河难得问我们一件事，我们一定要帮他一把。还有这千年玄霜花，据说有缘人才能找得到，更加说明这孩子绝对不凡啊！一想到梅清晨，夫人更是摇头叹气。清晨回来说了他干的那些事，要是我早就跟他解除关系了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帮儿子啊！梅家主也是无奈，他是没有开窍，对感情的事情一窍不通啊。不过他的天赋是梅家几代以来最强的，所以觉醒的会晚一些。梅夫人眉眼满是心疼，她是爱上了星河了，早早觉醒才能在妻主心中留下位置，否则就要晚了。几天之后，星河开始面试收徒，经过层层筛选，终于选定了10人。14这边也选了10人作为徒弟，他们行了跪拜礼后，师徒关系就会得到天道认可，从此受到天道规则的约束。忙碌间听到几人正在谈话，听说了没有？绝杀门遭到了重创。是啊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绝杀门派出的杀手都被解决了，5个8级长老全部被杀，那可是8级的顶尖高手啊！这有什么？我听说他们的门主都被一个神秘的红衣人给杀了，据说那红衣人被所有高手围攻，也是身负重伤，生死不明啊！星河的心头仿佛被攥了一下，沈慈安不会有什么事吧？回去的路上，花岭叶小心翼翼地驮着星河，他感觉到星河有些无精打采，妻主是不是今天累着了？看起来脸色也不太好。星河抱着他的脖子，有些憔悴，还好，就是肚子有些疼。突然想到了什么，来大姨妈了，他差点把这个给忘了。系统，有卫生巾吗？宿主，这个空间里可没有，大概因为你灵魂回归后身体出了点小问题，所以这么长时间才来。星河赶忙拍了拍狐狸，花岭叶，你先放我下来。花岭叶感到声音不对，妻主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了？随后小心地将星河放下，紧张地看着他。星河看着他们，觉得有些尴尬。我好像。温南希看到他脸红的样子，又看到他衣裙上的痕迹，不由得耳根一红。他快速从空间戒指里拿出兽皮，上前给星河围了起来。妻主别担心，说着又拿出一块油纸，里面不知道包裹着什么，红着脸递给了星河。那个妻主，我一会将这里遮挡住，妻主可以先处理一下。说着他拉开2人，直接用异能将竹子围成一个圈，将星河牢牢地围在里面。星河看着严严实实的竹子小屋，心里又暖又感动，他竟然懂，真是细心温柔啊，不用我费力想着如何解释。星河打开油纸，就发现里面还放着棉花，干净又厚实。换好后，星河才松了口气。温南希听到声音才收了竹子。妻主怎么样？是不是有些不舒服？此时的星河脸色有些苍白，只是有一点。温南希一边揽住星河，一边用异能为他暖着肚子，这样会好一点吗？感受到阵阵暖意，星河的脸色也缓和起来。花岭叶和萧寂寒似明白了什么，红着脸也不知该说些什么。小狐狸此刻灵光闪现，将手放在了他的后背上，火系异能直接涌入了星河的体内。妻主这样会好一些吗？要不要再加点热度？星河点了点头，很好了，我舒服多了，我们还是先回家吧。花岭叶重新化为本体，带着星河往家跑去。回去后，在3人强烈的要求下，星河才回屋躺下休息。宿主最近好忙，又要写医书，又要忙着修炼，都没好好躺下休息过。他知道宿主只是用忙碌充实自己，不让自己去想谢归雪和沈慈安。星河有些担心，系统，是沈慈安灭了绝杀门吗？他没事吧？系统顿了顿，才开口说道，反正他还活着，至于有没有事，我也不知道了。星河缓缓地松了口气，活着就好，回来后我可以为他治疗，一定不要有事啊。紧接着星河脸色变换了几下，他
他还好吗？系统知道他想问谁。宿主放心吧，谢家主挺有能耐的，他灵魂似乎得到了修补，等他醒来以后，实力还会得到提升呢，所以宿主不必担心他。就在此时，门外传来了敲门声，请进。此时温南希走了进来，手中还端着一个碗，星河有些懵懵的。南希，温南希疼惜的看着他，我给你煮了点红糖姜水，你喝了应该会好一些。随后他轻轻的扶着星河，让他靠在自己的怀里。我记得你做红糖的时候说过，说慈寿来这个的时候喝了就会好很多。温南希一勺一勺的喂着他，看他一点点喝进去才安心。另一边的北市部落，自从吴翠飞回来后，他突然间得了怪病，脸上起了大片红疹，身上还散发着恶臭，这可把北市部落的人给熏着了。部落里的巫医说这是致命的瘟疫，要让首领赶快烧死他，烧死吴翠飞。他这个样子会害死所有人，对，还有吴家人，否则我们部落都会有危险的。我听说瘟疫非常可怕，只要被感染，所有人都会死的。首领，你不会因为他是你儿子的妻主，你就包庇他吧？首领更加愤恨吴家人。师风回来后身体就变弱了，异能完全无法使用，几乎成为了废物。不会，为了部落所有人的安危，那就烧死吴翠飞吧。听到首领的决定，众人纷纷都去准备起柴火。不要烧死我，不要烧死我啊！娘，你救救我啊！救救我！吴家主一棍子将他打在地上，你想害死我们所有人不成？吴翠飞又爬向师风，但师风连忙往后退了几步。不，师风，你帮我求情，你娘是首领，只要你求情，一定可以救我的。师风神色复杂，但还是什么都没有动。你若不去北罗部落找人麻烦，我也不会变成这样。而且你当时想让我死在那里吧？师风并不傻，那个慈寿说的话，他回头琢磨了好几遍，终于想明白了怎么回事。不，我没有，说什么他也不会承认的。此刻他的受夫们纷纷要求脱离关系，吴翠飞却大笑起来，哈哈哈哈！我死了，你们都要一起死。然而在吴家人和巫医的手段之下，他还是不得不写下了休书。半夜的时候，吴翠飞被绑在了柴火之上，伴随着尖叫声淹没在了火海里。吴家人看着这一幕，不知道此刻在想着什么。星河得知这个消息后，神色极为平静，这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中。从吴翠香要杀他的时候起，他就决定要灭了他们所有人。3天后，星河在屋内沐浴，同时也在凝神修炼，吸收着周围的天地灵气。系统突然极为激动，宿主，你的异能已经5级了，经过这些天的修炼，看样子马上就要突破6级了。星河缓缓地睁开眼睛，如此说的话，是可以结气了，对吗？系统又开心了起来，反噬的时间已经过去了，当然可以结气了。星河担心花凛夜的性格敏感，你说我怎么跟花凛夜说呢？总不能直接说跟他结气吧？宿主啊，哪怕是你的一个眼神，他都会很激动的，他看你的眼神都不知道有多心疼呢。而且宿主，这个花凛夜来历不凡，或许跟他结气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呢。星河连连摇头，我跟他结气是因为感情，又不是图谋什么。不过若是有效果就更好了，我现在迫切的想要变强。星河此刻很是担心沈慈安，想要尽快的找到他。就在星河思索的时候，屋外传来了敲门声，妻主，你洗漱好了吗？听到他的声音，星河轻声的回道，门没锁，进来吧。花凛夜轻轻开门进来，一下子就看到了朦胧水汽中的星河，一头长发散落身后，烛火中的光影泛起诱人的光泽，仿佛空气中都流动着芬芳的气息。眼前的一幕着实冲击着花狐狸，身体里的情意瞬间就涌了出来，手中的东西也掉在了地上。妻主我。此刻他的声音暗哑颤抖，没想到妻主会在这时候让他进来，他当然想要结气，刚刚就是想来商量这件事的，万万没想到，他知道自己应该转身，可脚就像有千斤重一样，妻主的身影让他不自觉地往前。星河轻轻地将水撩到手臂上，恰恰就在氤氲的水汽中增添了妩媚的气息，跟他平时都很不一样。花凛夜忍不住羡慕起那些水珠，可以那样的靠近妻主。星河压低声音，仿佛带了几分钩子，我知道，只是我还没洗好，我够不到后面，你能帮帮我吗？花凛夜的耳根泛红，心跳得很快，好。小狐狸努力地定住心神，可他的情意怎么克制得住？他爱妻主啊！此刻的热血仿佛都在沸腾。星河感觉没什么动静，于是转过头来看他，怎么不过来？不想帮帮我吗？狐狸被惊艳的瞬间一滞，虎眼都闪烁着炙热的火焰，想做梦都想。说着他便走了过去，接触的瞬间手都颤抖了一下。星河有些昏昏欲睡，渐渐地感觉到了什么，呼吸都乱了起来。凛夜，狐狸眼此刻变得妖冶蛊惑，眼底带着浓浓的情愫。妻主可以吗？我想成为妻主真正的受妇，可以吗？此刻他不再掩饰心中的情念，仿佛又变成了撩他的狐狸，眼中翻涌着爱意。星河轻轻笑了起来，伸出双手抱住了他，抬头凑上了自己的唇，用这样的方式来回答他。就在这一刻，狐狸直接反客为主，紧紧地抱着他，他的气息瞬间缠绕起来。星河人由他引导着，他的心跳也快了起来。就在呼吸一致的瞬间，花凛夜才微微放开了一些。妻主我爱你，很爱很爱，我也爱你。星河表达了自己的情感，不再压抑内心的爱意。听到这话的瞬间，花凛夜九尾直接炸开，瞬间缠绕在了周身。凛夜你，星河直接被虎尾带着悬空起来，此时有一种浓浓的失重感。妻主我控制不住对你的情感，尾巴收不回去了。星河瞪大了眼睛，没想到小心翼翼的狐狸这时候却是捕获的样子。我不会伤害妻主，妻主不喜欢这样吗？星河心头一软，没有不喜欢，喜欢。花凛夜的火焰渐渐失控，星河感觉自己都被融化了，悬空的感觉太过强烈，让他完全沉溺在他编织的舞动之中。星河感觉内心的空寂都被填满，忍不住的叫着他的名字，凛夜。花凛夜听着他的声音，嗓子都暗哑起来。此刻仿佛春风拂过柳枝一样，又仿佛暴雨拍打着芭蕉叶，后来又如同狂风暴雨，渐渐的失去了控制。最后在星河迷迷糊糊的时候，听到他沙哑的声音，妻主我终于是你的人了，谁也不能将我们分开。
过了许久，星河才昏昏的沉睡过去。与此同时，他额头的一道绿光冲天而起，只是那绿色却隐隐带着七彩的光芒。坏狐狸终于获得了贴贴的机会，但只吃一口怎么能够？就在二人陷入沉睡之际，一道绿色光芒直冲天际。温南希第一时间感到了异样，他脸色一变，随即身影出现在了屋子上空。那道光芒照亮了夜色，萧季寒也从屋内赶了出来。这是天地异象。温南希神色凝重，必须遮挡这股异象，否则会引起整个兽氏大陆的轰动。他知道七主绝非凡兽，立刻释放远古天蛇之力，形成结界，试图阻挡这股冲天的光芒。眼看温南希独自阻挡不住，萧季寒上前将力量注入到他体内，终于在二人合力之下，将这股天地异象隐藏起来。远在云霄城的某个宅院，魏景墨似感觉到了什么，整个人一跃而起，朝着北洛部落方向看去。魏东也朝着远处看去，却什么也没看到。公子，可是发生了什么事？魏景墨强压心中的震撼，呢喃着。天地异象在兽氏大陆，七彩光芒意味着祥瑞，更别说还引发了天地异象。魏东有些担心地看着他，公子不会又想着苏小姐了吧？现在马上进入雪季了，公子我们早些回去吧，你的身体不适合这样的环境。看着魏景墨一言不发，他将这些天的所见所闻都一一说了出来。不过苏小姐做的馅饼可真好吃啊！14现在都由他的徒弟主做，各种馅饼供不应求，而医馆也由徒弟看管，他们会根据病症拿出苏小姐提前配好的药。我还从未见过这样的医馆，据说他还要开更多医馆和14。魏景墨压根没听他说什么，眼底却晦暗幽深，那是北罗部落的方向。兽皇城曾经的预言或许是真的。魏东不禁一愣，公子不会说的是苏小姐吧？怎么可能跟预言有关？魏景墨悠悠叹息了一声，你不懂，我当初的决定或许错了，有些事已经发生无法改变，难怪梅家要让梅清晨一路追随。魏东不敢相信听到的话，公子你后悔了？可以想到苏小姐，她在云霄城如此受欢迎，不仅平易近人，更是救治了很多人。魏东又似乎理解了公子，任谁都会因此后悔的吧？魏景墨看向魏东，一脸的严肃，今夜的事情不要跟人提起，那天地异象只是一瞬即逝，应该是他的兽夫给遮掩住了。同一时间，老城主和云青兰也出现在了城主府上空。祖父，刚刚有天地异象，我的雷系异能有了呼应，云氏家族血脉特殊，北境的一些异象变化，他都能够感应得到。老城主心中也极为震撼，虽然被遮掩住了，但应该是七彩祥瑞之光，寓意着天道庇佑。云青兰也露出惊讶神色，那是北罗部落的方向，难道是他？老城主见多识广，悠悠开口，或许是什么契机打破了封禁，才会引起这种异象。那孩子果然不是普通凡兽啊！其实星河出生那一年，在未知区也有一道七彩祥瑞，或许那道光正是他。未知区那不是极度危险的区域吗？他怎么会出生在那里？老城主看着远方，回忆起了过往，或许只有足够强大，才能够探索那片区域。那孩子的母亲或许就来自那里。有人说苏志宏已经死了，可他的强大你们却不知道。很早以前，苏志宏就消失过一段时间，当他再次出现的时候，就是在兽皇城带着他的女儿。那时候所有人都说星河的娘亲只是普通雌兽，因为星河无法变出本体。现在想来，这些谣言或许都是为了保护他。老城主越想心中越是惊奇。云青兰虽然沉默不语，但内心已经掀起了巨浪。祖父，他的出身是不是极为尊贵？老城主自然知道他的心思，但还是得实话实说，可能会完全超越我们的想象。雌兽本不会拥有异能，只有一些特殊的血脉可能拥有，谢家主就是其中之一。虽然知道的人并不多，但一些神秘地方的雌兽的确可能拥有异能。随后老城主又嘱咐起来，若是刚刚的异象被人发现，会引起怎样的轰动可想而知，所以我们要帮忙封锁消息。云青兰不断的点头，祖父，我明白了。老城主很是欣慰，看着孙子一点点变好，他很感谢星河，但无奈的是，那孩子什么都不要了。为了不让孙子多想，他又转移了话题。最近绝杀门被灭的事情，你是怎么想的？云青兰压着沉重的气息，眉眼微动。他们修炼的功法跟认知不同，按照普通血脉来说，年轻一代5级都算高手了，但他们竟然有那么多6、7级杀手，我怀疑他们跟黑暗兽人有关。老城主若有所思，眸光微闪，这背后一定有人在操控。事情比我们想的复杂。云青兰周身也笼上了一层寒霜，快进入雪季了，要防止有变异兽攻城。雪季来临的时候，也正是北境最危险的时候，变异兽甚至是黑暗兽人很有可能会发动攻击。每一年的雪季，云霄城都会戒备森严，就是为了防止兽人攻城。画面一转，星河此时已经沉沉睡去，在梦里，他看到了很多奇怪的画面。只见他穿着奇怪的衣服，站在一棵巨大的树下，而面前却是跪拜着的兽人，嘴里不知道高呼着什么。眼前的场景仿佛是他亲身经历的一样，好像他本就属于这里。星河只感觉有些头疼，似乎是某些记忆被封禁住了。此时他心中呢喃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一道遥远神圣的声音响起，时机到了，你自会知道一切。声音响过之后，一道光芒遮住了画面。此时一个繁华的部落出现在森林里，很多兽人站在一个祭坛的周围，点燃的火把照亮了夜空。看着这些兽人的衣服，星河感到非常熟悉，好像花岭夜为他做的那件。他如同一个透明的身影，看着正在祭祀的兽人们。随后他走进了巨大的石柱，那柱子上雕刻着3足金乌，像是部落的图腾。此刻祭坛中站着一个金乌雌兽，他一身华服，看起来极为尊贵。接着他释放火焰，点燃火把，带着众人举行祭祀仪式。星河就站在那里，默默地看着一切。随即女人又高举手中权杖，嘴中念念有词，仿佛是在跟神灵沟通。星河感受着周围，竟有种心灵共鸣的感觉。突然间，雌兽朝着他的方向拜了一下。星河看了看周围，发现没有任何人看得到他，应该只是巧合而已。祭祀结束之后，金乌首领也回到了屋中，一个雄兽人正在缝制着什么，那缝制
制手法与花岭叶很是相似。星河心中一惊，难不成他们之间有什么联系？女人走到寿夫面前，目光温柔，不用缝那么多衣服，你歇一歇，别累着了。男人却开口笑了起来，部落上的事情我帮不上忙，也就擅长缝制这些衣服，多为我们的孩子做一些。女人却着急起来，谁敢这样说你？你可是狐族少主，为了嫁给我，你才放弃了继承权，我不允许你这么说自己。你是尊贵的金乌兽人，还是部落首领？你不也是为了我？力排众议，没有娶本族兽人，也不知道我们的孩子是金乌兽人还是狐兽人啊？女人摸着肚子，满是宠溺，无论像我还是像你，我都喜欢。听着他们的对话，都能感受到浓浓的深情。星河也不知道自己为何能够看到这些场景。紧接着，一团迷雾在眼前出现，只见原本祥和的部落，此时却死伤了无数兽人。女人抱着刚刚出生的九尾狐兽，将它交到了兽夫手中，兽夫却直接化为本体。妻主，你快上来，我带你和孩子离开这里。女人神色忧伤地拒绝了他，来不及了。随后，她直接将男人禁锢原地，拿出刀来刺向自己的心口，接着用心头血画出奇怪的符文，打入了兽夫的体内。天道制约已经解除了，你带着孩子好好活下去，忘了我吧。说着，他又将力量注入孩子身上。我族独有的血脉之力已经给了他，只是封禁了他的力量。答应我，让他去过平凡的兽人生活。若有一天他的后代天赋强大的话，在独特契机下就可解除禁锢，从而获得传承之力。说着，他便打开了一个光圈，将他的兽夫和孩子推了出去。然而就在他准备战斗的时候，男人却又出现在他面前。我当初说过同生共死，孩子我已经安顿好了，他会过安稳平凡的生活。星河就那样看着他们最终死在了一起，整个金乌部落也被毁于一旦。星河醒来的时候，天已经蒙蒙亮了，刚睁开眼睛，就看到花岭叶的眼中充满了柔情。妻主这么早就醒了，不多睡会儿了吗？花岭叶低头爱怜地吻了吻他，呼吸中都带着灼热的气息。昨晚他更是连升2级，身体里的封印仿佛都被打开了，更是获得了火狐和金乌的传承记忆。他的气息热烈如火，星河都被点燃了热情，红着脸低声回道：不困了。妻主既然不困了，那我们做点别的事情可好？说着，他将星河拥入怀中，气息如同一张网一样将他环绕。星河听着他低声沙哑的音调，情念如同藤蔓一般瞬间缠绕。一想到昨晚，星河也无法抑制内心的情感。凛夜，妻主，我很爱你，很爱很爱。他的胡言满是期待和渴望，不同于昨晚的小心翼翼，现在的花凛夜热烈又缱绻。他的呼吸有些炙热，我会温柔一些。可他知道，真正节气的时候，内心的炽热根本无法克制。星河感到他的气息仿佛都变了，就像极为了解自己一样。他的气息是如此温柔，无法抑制的让人心乱如麻。花凛夜就这样看着他，不可抑制的想要好好爱他。烈火被点燃后，一发不可收拾，浓烈的爱意也在空气中弥漫着。直到中午的时候，花狐狸才依依不舍地放开了他。星河平复着呼吸，轻声地呼唤着他：凛夜。简单的2个字和动人的眼眸，让花凛夜手指一颤，几乎差点再次失控。妻主怎么了？寿夫即将死去的时候，最后的心愿是能见妻主一面，他好不甘心啊。星河将梦境讲给了花凛夜，然而他的神色却很平静。我也梦到了同样的场景，他们或许是我的先祖。有些事只有问过祖父祖母才能知道。在他的认知里，花家就是普通的红狐兽人，很多事情还无法解释。好在花凛夜获得了传承记忆，知道以后要该如何修炼。星河认真地看着他，曾经那种不安的感觉都好像消散了一样。这便是获得传承记忆后的变化吗？他也不得不承认，这样的花凛夜仿佛更有魅力了，似乎有一种运筹帷幄的感觉。妻主，我的火焰也升级了，这才是真正的太阳真火。我的异能已经5级了，可以更好的保护你了。星河看着他也笑了起来，你看，7级异能。花凛夜着实被吓了一跳，真的是7级异能。妻主，我在传承记忆里也获得了一些信息，几百年前的兽世大陆，雌兽也是可以觉醒异能的。星河知道这里充满着神秘，或许有些东西被抹去了，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。此时温南希已经做好了早饭，就怕妻主起来会饿着。他们过来吃饭的时候，温南希说了昨晚发生的异象，星河还不知道异象的事情，于是赶忙问起了系统。宿主，太阳真火解开了你体内的某些禁锢，所以才激发了天地异象。没想到这个花凛夜竟颇有来历，而且这次他可是连升2级哦，说明他的血脉之力很是强大。这次的空间奖励也更多，宿主有时间可以看一看。傍晚时分，一只机关鸟从兽皇城飞了回来，星河从里面拿出了一封信，只是其中的内容让他内心一惊，原来这就是解除生死制约的方法。别说要用我的心头血，就算丢半条命也要解除。我希望他们都好好的活着。花凛夜看出了他的异样，狐狸眼里满是担忧。可是发生了什么事？妻主的脸色不太好。星河摇了摇头，没什么。信上说梅清晨还在参加觉醒仪式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觉醒。说话间，星河就将信件捏成了碎片，不知道梅家给妻主写了什么，但事情肯定没有那么简单。妻主别担心，梅家是古老的氏族，幽冥黑豹一族曾是大巫的存在，他们的能力神秘且强大，只不过后来发生了一些变故，才让他们的能力被封禁了一些。若是能彻底觉醒，可以拥有超越月族人的能力。星河神色一动，没想到梅家相当于月族的存在，那为何梅家的名声没有月族的大？关于梅家能通灵的说法，外界也都不太知道呢。花凛夜的传承记忆再次涌现，梅家的能力好像被封禁了，所以需要独特的契机才能觉醒，否则无法获得血脉之力。看来梅家是遭受到了什么打击，希望梅清晨不要出什么事啊。此刻星河倒是想要早点回兽皇城了，只是还需要一个合适的契机才行。随后星河看向花凛夜，伸手抱住了他，你现在知道了那么多事情啊，
花凛叶顺势将他揽进怀里，低头轻轻地靠了上来。星河的呼吸都乱了起来。现在还是白天呢，我还有事情要做。自从节气后，花凛叶反而有些小霸道，而且格外的缠着星河。星河连忙指向了水缸，我看缸里的水不多了，你先帮我去打点水，我一会熬药要用。花凛叶知道妻主是想故意支开他，还是温柔地答应了下来。无论他想让自己做什么，哪怕刀山火海我也会去的。此时温南希和萧继寒都在山里狩猎，他们要为血祭的来临做些准备。星河确认几人都不在后，毫不犹豫地将刀刺入了心口的位置，刹那间他的全身都抖了一下，脸色苍白。没想到这么疼，系统着急地惊呼起来：宿主这是要做什么？那可是心脏的位置啊，一不小心你就会没命的。星河强忍疼痛，却神色坚定：我要解除天道制约，他们愿意做我的受缚，我便要护他们周全，哪怕受伤甚至死亡，我都要他们好好的活着。系统的声音哽咽起来：宿主，你千万不要有事啊！紧接着星河开始以血画符，符文是梅家主画给他的，跟梦中金乌瓷兽画的符文一样。星河画的一气呵成，速度极快，好像他本就熟悉这一切一样。梅家主还在心里告诉他，几百年前这个世界上还有符文师，只有血脉天赋绝顶之人才能画符，而如今符文早已失传。星河很轻松的就画出了符文，并且周围还凝聚着灵气，散发着淡淡的光泽。当5个符文都画好后，星河感受到了沈慈安的气息，紧接着他将符文打了出去。去吧！花凛叶突然感受到了妻主的气息，身体的禁锢仿佛一下消失不见，异能也从5级直接突破到6级。突然意识到什么，他直接一跃向家中跑去，看到星河苍白的脸色，一把将他抱了起来。妻主你怎么了？妻主你不要吓我啊！花凛叶吓得不知所措，抱着他的手臂都不停地发颤。星河没想到他回来的这么快，虚弱的摇了摇头，我没事，休息一会就好了。要不是异能达到了7级，根本承受不住这样的秘法。花凛叶的心口像被针扎了一样，完全掩饰不住心疼的神色。妻主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我感觉天道禁锢消失了？没什么，就是解除了天道制约，以后我的死亡不会连累到你们。花凛叶整个人都慌乱起来，妻主怎么会这样？不能这样，你快收回去，快收回去，我是你的，生死都陪你一起。星河轻轻地抚着他，看把你吓的，我没事，你还是我的受缚，这一点不会改变。可花凛叶根本不想解除制约，我想生死都跟你连接在一起，凛叶永远是你的人。正在狩猎的2人也瞬间提升了1级，他们意识到了什么，心神都是一震，不顾一切地向家冲去。看到虚弱的妻主，温南希只感到一阵窒息，声音都沙哑了：傻瓜，你怎么这么傻？我不傻，我很在乎你们，我不要这种制约方式，可是这种方式很疼，你怎么能？温南希心疼得说不出话，他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。萧继寒颤抖着呼唤着他：妻主。曾经的他从未想过会如此爱一个人，终于明白爱一个人是什么感觉，可又希望妻主能够自私一点，不要这么的好。他看不得他受伤的样子。星河握住了萧继寒的手，别担心，我真的没事，我想先睡一会。温南希给他掖了掖被角，妻主安心睡吧，别的都不用担心。就在星河沉睡过去的时候，脑海里不断的涌入着符文的记忆。与此同时，某处山林里，沈慈安拖着受伤的身体艰难的走着，他已不记得战斗了多少次，身上的血也在不断的滴落着。此时肩头的花朵却开了口：主人会后悔吗？沈慈安虚弱的笑了起来：不后悔，只要他没事，我就算是死了又如何？主人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你不是说不为任何人牺牲自己吗？沈慈安此时已经走不动了，他喘息了好一会才有一丝力气，所以我若是死了，你就吞了我的血力，替我去保护他。他抬头看着远处的方向，真的不甘心啊，好想回去，哪怕回去见他一面也好，只是这一口气怕是主人不要死啊！呜，主人身上背负那么多人的期望，背负着血族的仇恨，主人怎么会这么傻啊？沈慈安似是无奈的笑了起来：我不后悔，你不懂他有多好，我读过无数人的心，从未见过如此干净美好的灵魂，能做他的受缚很荣幸，可惜不能再陪伴他了，绝杀门还会卷土重来，我不能保护他了。后面的话他没有力气了，他的手在缓缓地落下，就在最后的瞬间，一股强大的血符之力融入到了他的体内，本来停止的心脏也恢复了跳动。主人，你的伤势在恢复了，主人的生机还在恢复。血花兴奋地尖叫起来，沈慈安有种亲切的感觉。血族兽人受伤很难修复，除非有血脉强大的符文之力，这是妻主的气息，哇哇哇！主人妻主的血脉竟如此强大，是他救了主人的性命啊！主人的力量还要再次突破了。沈慈安的内心无法抑制，微微哽咽着，真好，我可以活着回去见他了。回去之前还要处理好绝杀门。妻主，等我。兽皇城梅家，梅清晨进入了传承谷地，3级实力强行闯关，导致他身受重伤。突然有股让他思念的气息涌入，异能直接突破到了4级。妻主，他捂着心口的地方，隐隐明白了什么是想念的感觉。回到北罗部落，星河还在沉沉的睡着，此时他的周身都弥漫着七色光芒，3人都默默地守在他身边，但内心的震撼却并没减少。星河在梦境中来到一处地方，那里坐着一个正在画符文的女子，那女子似是感觉到了什么，朝着他这边看了过来。看到他的样子，星河都惊呆了，竟然跟我长得一模一样。看出了星河的疑惑，女子飘渺的声音传了过来：我就是你，你就是我，我只存在于你解封的记忆中，待全部封禁打开以后，你便什么都明白了。可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为何我的记忆会被封禁？女子只是温柔地笑着：以后你自会明白，好好看看这符文的记忆，这本就是属于你的力量，未来要好好利用它来保护自己。3天后，星河才醒了过来，看到他醒了，3人才重重地松了口气。星河在梦里知道了很多事情，此时他的身体都变得极为轻快，检查了几人的身体状况后，才放心的让他们去休息。一段时间后，星河又购买了北罗的一块土地，用于建造丹药作坊。随后他又招了10个有医术基础的徒弟，并将写好的医书交给了他们。忙碌中
中的时间总是过得飞快，雪季也终于来临，下雪了。雪季来临了吗？这段时间太忙，都忘记了时间。就在星河看着天空的时候，他似乎感到了什么。只见萧季寒撑着伞走了过来，仿佛与雪都融为了一体。季寒，你怎么来了？萧季寒将伞撑在他的头顶。下雪了，我来接妻主回家。温南希、花凛叶也乐于给他这个机会。星河感到心中暖暖的，他们的无微不至他都体会得到。萧季寒认真的看着他，我想跟妻主待在一起，只要妻主别嫌我烦就好。星河叹了口气，伸出手来将他抱住。怎么会？你对我来说也很重要。最近是我太忙了，今晚回去，今晚我属于你。萧季寒激动的伞差点掉在地上，他用力的抱着星河，呼吸着他身上的气息。妻主真好，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究竟会有多爱才会说出这样的话？是季寒太过贪心，忍不住想贪恋的更多。我想做妻主真正的受妇。星河紧紧地抱着他，将头埋在他的胸膛。不是的，你那么好，是我的贪心想让你们都陪在我身边。听着他的话，萧季寒的心好像被攥了一下，不知道该如何才能让他好受一些。可只有自己知道，他是多么的心疼星河，宁愿妻主任性一些，只要他能开心就好。萧季寒低头轻抚着他的头发，爱怜地看着星河。我会一直陪在妻主身边。温柔的声音里仿佛带着承诺，让星河的心里温暖了起来。他的嘴角微微上扬，轻轻地踮起了脚尖，抱着他的脖子凑上前去，随即一吻落下。这一瞬间让萧季寒僵在原地，耳尖也泛起了绯红。看着他纯情的样子，星河在他耳边轻轻呵气。我其实是想这样，你害羞了吗？怎么不说话？萧季寒感觉到耳畔芬芳的气息，他的心开始砰砰乱跳。当转头对上星河的时候，他也温柔地笑了起来。妻主可真是调皮。星河只觉得他的反应很好玩，现在他可聊不过那俩获得传承的人，还不等说话就会被他们拆了。星河仔细地看着他，季寒，你的眼睛很好看，是吗？我一直觉得气息太冷会让妻主不喜欢，他也试过改变，可气息这种东西确实不太好改。星河不再掩饰内心想法，生怕这个憨憨又要胡思乱想。你就是你啊，独一无二的你，你只要做自己就好，不用想着去改变。接着星河害羞地低下了头。我还记得给你下药的那个晚上，看到你的样子都觉得真美。意识到那个晚上，萧季寒有些自责起来。若是早知道他会如此爱妻主，哪还用下什么药啊？对不起，妻主想要什么，我都会给妻主的。星河真挚地看着他，我希望你做自己，希望你开心。萧季寒的精神都松弛了下来，原来他只要做自己就好了。对了，下雪天最适合吃火锅了，今晚我们就吃火锅吧。随后两人就有说有笑地往家走去。只是在他们离开之后，魏锦墨却从巷子里走了出来，看到刚刚的那一幕，他的心里竟有些酸疼的感觉，还有一丝后知后觉的悔意。魏东看着他都有些着急，公子我们回去吧，这么大的雪你的身体会受不了的。魏锦墨没有说话，就那么看着通往星河家的巷子。魏东无奈地叹了口气，公子，你虽然有重要消息想要告诉他，可苏小姐都不想见你，所以公子你还是醒一醒啊。魏东真怕公子越陷越深。魏锦墨此刻有些落寞，他轻声地呢喃着，你说真的有妻主对自己的受妇这么好吗？在他的印象中，哪怕父亲是第一受妇，都从未有过这样的松弛感，更不敢跟母亲如此亲近。魏东张了张嘴，终究不知该说些什么，毕竟他也没见过这么好的雌兽。随后他也宽慰起来，以公子的地位身份，想入赘的妻主一定很多的。魏锦墨有些失落，真心最难得，若有一天没了这身份地位又会如何？你忘了段庭轩的处境了吗？一听这个名字，魏东脸色十分难看。那段公子为了白月光，竟然选择抛弃了苏小姐，结果白月光违背只娶她一人的承诺，也不知道他现在会不会后悔。可公子，苏小姐她肯定介意之前的事情了。魏锦墨第一次有了一种无力的感觉，眉眼间满是忧愁和烦闷。回到家后，俩人准备起了火锅食材，跟花凛叶结气后，空间又放出了一些物资，这让星河很是高兴。就算是几个月的雪季，也不用担心食物问题了。就在星河准备切肉的时候，萧季寒走到了他的身边，妻主我来吧。看着眼前的火锅，星河想起了他，于是赶忙问了起来，系统，谢归雪的身体怎么样了？宿主，我感觉到他的灵魂已经融合完整，力量也应该更强了，或许是他屏蔽了所有人的气息，宿主就不用担心了。知道是这个结果，星河也就放心了很多。至于他以后的选择是什么，星河也不会去干涉。不多时，温南希和花凛叶都赶了回来，两人放下东西后，第一时间就来抱抱星河，看到他才有回家的感觉。夜晚的雪花簌簌飘落，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吃起了火锅。吃过晚饭后，花凛叶和温南希也都自动避开，没有打扰他们。萧季寒虽然期待已久，但此时内心紧张的不行，生怕自己照顾不好妻主。他上前轻轻地抱起了星河，妻主，我照顾你洗漱吧。星河看着烛火中的他，凑到他耳边刻意压低了声音，好呀，那一切就交给你了。暧昧的气息让萧季寒呼吸一滞，差一点都抱不稳他。他早已经安排好了沐浴的水桶，不仅空间很大，里面还铺满了花瓣，而且旁边还安放了一个吊床，是他亲手用麻绳编织出来的。看到这个，星河的睫毛都颤了起来，也不知道他编织的时候在想什么。这都是你亲自准备的吗？萧季寒冷寂的面容泛起了红晕，是我亲手准备的，我一直都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，所以想用特殊的方式让妻主记住我。然而他的内心却是，竞争实在太过激烈了，不搞差异化不行啊。星河知道他不善言辞，看着他隐忍的样子，星河也有些心疼。你不要这样想，你们我都很珍惜，我知道你默默地做了很多事，我都记在心里。萧季寒轻轻地将他放了下去，眉眼间满是浓浓的甜意。妻主的话我记得了，妻主真好，这么在乎我的感受。我先照顾妻主洗漱吧。星河一把拉住了他，你打造的桶这么大，真就让我一个人洗漱吗？你不洗漱啊？萧季寒有些失神，脸上出现了一抹绯红。洗漱。待他落入水中的时候，花瓣逐渐的漫了出来，还不待星河再次开口，一双有力的大手就将他拥入怀
中，伴随着湿吻而至，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激烈，仿佛浓烈的情感被压制太久，如春日蓬勃生长的藤蔓缠在一起，让他们再也无法分开。萧季寒将头埋在他的秀发里，吮吸着他身上的气息，他们完全沉浸在彼此的世界里，忘了时间和周围的一切。吊床在空中轻轻摇曳，让星河更加紧紧地依附在他的怀里，烛火悠悠似为他们倾舞，雪花飘落似是在为情意伴奏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吊床怎么就那样的断了？萧季寒看着怀里的星河，感觉心中的情意无限翻涌，他紧紧地抱着星河，只觉得她是那么的美。若不是妻主觉得累了，真不想就那么放开她。第二天阳光明媚，星河醒来的时候，萧季寒已经不在屋内了，听到外面的似有什么声音，于是星河起身向外看去，只见3个男人正在打扫着院子，看着他们，星河有些恍然，这就是雪霁吗？末世的时候已经看不见了。感受到了星河的气息，萧季寒如风一样回到了屋里。妻主醒了，星河看着他笑了起来，我听到外面都在说着什么，大家都说要来感谢你呢。妻主教他们盘得康可暖和了。早在雪霁到来之前，星河就将图纸送给了部落众人，也送了一份去城主府。云青兰还送来了回礼。然而雪霁的时候，北境就不太安稳，很多变异兽也会趁机出来猎食。时间来到几天后，这天轮到花岭叶陪着星河。半夜的时候，花岭叶突然被惊醒过来，他的手指不停地颤抖，脸色苍白，这个样子的他让星河有些惊讶。岭叶，你是做噩梦了吗？星河从未见过他这么恐惧，可怎么会如此呢？如今他以6级实力，更是获得了传承机遇。花岭叶颤抖的声音响起，我梦到祖父祖母他们被一股神秘势力给屠杀了，这种感觉很强烈。梦里的场景是那么的清晰。花岭叶已经很久没见到他们了。本来花家还算中等家族，但自从被徐家打压之后，花家只能偏安一隅的生活着，布匹刺绣的生意也遭到了排挤。可祖父祖母却让他不要担心，好好活下去比什么都重要。想到那晚金乌部落的梦境，星河脸色一变，那些都是什么人？穿着打扮是什么样子的？听到妻主的声音，花岭叶才缓过神来。他们都穿着黑衣，戴着面具，而且上面还带有诡异的图腾。星河不由得瞪大了眼睛，这些人与屠杀金乌部落的人极为相似，难道这一切有着什么联系？来不及多想，星河快速地走到桌前，用纸笔将那个图腾画了出来。那是一种古怪的动物，是这个图腾吗？看到图腾的那一刻，花岭叶瞳孔紧紧一缩，是这个图案，无论是衣服还是面具上都有。星河意识到什么，目光一沉，走，我们赶紧去找你祖父母，若是去得早，还能救下他们。事不宜迟，赶紧出发。此时星河的神色无比凌厉，他快速地将衣服穿好，头发也扎了起来，身上更是佩戴了很多武器，一副全副武装的架势。花岭叶紧紧攥着拳头，心都提了起来。妻主信我说的话？星河没有一丝犹豫，当然信，恐怕不是做梦这么简单。你的血脉之力源自金乌兽人，那就是太阳神兽，所以这一切都是预警。但是先不要太过担心，他们现在应该还没事儿。此刻星河已经达到8级中介实力，若叠加秘法实力会更加强大。听着他的安慰，花岭叶也冷静了下来。对不起妻主，这次过去或许会很危险，不能让你去冒险，让我自己去吧。花岭叶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，他不想给他带去危险。星河神色严肃，眉头紧锁，说什么傻话？我们都是一家人，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，先去救人。花岭叶有些哽咽，从来没有雌兽会为兽夫挺身而出，这一刻他才意识到妻主有多好。温南希和萧季寒也听到了动静，站在院中看着全副武装的他们。星河简单的解释了一下，他们也毫不犹豫的要一起去。妻主不必劝说，你去哪里我们去哪里。萧季寒不想让他有心理负担，于是直接开口，不光是为了妻主，花兄也是我们的兄弟，他的事情我们不可能袖手旁观。萧季寒说的也是实话，平日争宠归争宠，真遇到事情的时候还是要一起面对。星河看得出他们心意已决，既然如此，那我们现在就出发。当几人走出部落之后，星河直接拿出了符纸和符笔，时间紧迫，我们用传送符去。随后星河快速的在纸上画着，笔下的灵气凝聚在符纸之上，他的动作一气呵成，仿佛刻入脑海里的记忆。3人呆呆的看着这一幕，完全无法相信眼前的场景。传说中远古时期的符文竟然可以一笔就画出来，让他们震惊的还在后面。星河不停歇的画了8张符文，每个人2张，来去各用1张，有危险的时候赶紧离开，一切以保命为重。星河直接将符文贴在身上，3人也是有样学样的使用起来。星河第一个到达一处寨子外，上方匾额写着一个胡字，只是此时的寨子已经火光冲天，还有打斗的声音不时传来。星河直接踏空而去，整个寨子都弥漫着血色，而远处几个黑袍人正在肆意砍杀着。面对肆意屠城的杀手，星河左手一扬，数十道银针激射而出，黑袍人耳朵一动，速度极快的挥刀格挡，谁知暗器上的力量竟震裂了他的刀。杀手摸着发麻的手臂，不可置信，什么人？这种低级破落的地方怎么会有这样的人？这人的实力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想象。这时远处一道白影踏云而来，那一瞬间仿佛神兽下凡。怎么会有如此美的雌兽？他怎么还会使用异能？不好，我们的消息有误，最低级的兽氏大陆怎会有雌兽觉醒异能？反应过来的杀手直接一跃而起，朝着星河狠狠地挥刀劈来。星河从空中落下，避开了攻击，同时转身足尖轻点借力而起，手中暗器顺势甩出，半空中他腰肢一拧，软剑如灵蛇出鞘刺向杀手。与此同时，木系异能正快速运转，将寨子里的人用藤蔓保护起来。杀手们大惊失色，没想到这个雌兽竟有如此实力。尽管无数暗器阻挡了他们的脚步，可身后的2个杀手也冲了上来，寒光与刀光相撞，不断迸发出火光。只见星河一手软剑，一手暗器，旋转躲避之间，暗器从长发中迅速甩出，一道银光划过，噗的一声刺进了他的心脏。杀手一掌快速的拍向心口，直接将银针给逼了出来。你的银针里有毒。星河勾唇嗜血一笑，不错。杀手的眼中充满了恐惧，好狠的招数，你是毒药师。星河手中异能不停运转，将射出的暗器全部收回。是又如何？
不是又如何？话音落下的瞬间，再次甩出淬毒的暗器，经过药浴淬体的星河，同级别之内是无敌的存在，即便8级的杀手也被打得连连后退，无法招架。就在他躲避的同时，星河脚下踢出一把匕首，直接射穿了他的膝盖，在他跪下的瞬间，软剑横扫而出，扑哧一声割破了杀手的喉咙。这一幕惊骇了身后的众人。你到底是谁？你绝对不是凡兽大陆的人，难不成是苍兽大陆的雌兽？对，只有苍兽大陆才有厉害的毒药师。星河眯了眯眼睛，苍兽大陆是什么大陆？看来得到了不少消息呢。绝杀门跟你们是什么关系？杀手眼中满是惊骇，一起上，杀了他，绝对不能让他活着。星河察觉到他们神色的变化，那就看你们有没有这个能耐了。这种战斗的感觉让他久违又熟悉，正好拿这几个8级的练手，他的眼中寒光闪过，身形突然变得模糊起来，步伐诡异莫测，在围攻中如入无人之境。软剑在他手中化作一条银龙，剑光如水银泻地，无孔不入。只是一会功夫，几个杀手就已倒地不起，剩余的杀手立刻以血布阵，力量瞬间大增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声音响起：想杀他，问过我没有？风系异能带着血脉之力，形成风暴圈，向5个杀手席卷而去。花岭叶和萧敬寒也同时出手，黑袍人被异能牵制，无法继续结阵。虽然3人的实力不够，但强大的异能力量都能跨级战斗。被火焰碰到的杀手满脸惊恐，他发现这火焰竟无法熄灭。果然是你，你是那个余孽。听到余孽2字，几人的神色都凝重起来。所以他们来花家是为了杀花岭叶吗？接下来在温南希他们的配合下，星河身形忽左忽右，如鬼魅般击杀了其余4人。剩下的1人知道要面临审问，他诡异一笑，竟选择了自爆。七主小心！3人第一时间想要保护星河，还不等他们上前，星河快速击杀了黑袍人，转身的同时将3人带离了现场。看着自爆后残破的寨子，花岭叶脸色惨白，是不是我的亲人都死了？星河用安慰的眼神看着他，藤蔓我已经加固了异能力量，里面的人应该没事。感受到七主的安慰，花岭叶才稳住了心神。这一刻他心里充满了力量。当大家看到花岭叶的时候，纷纷喊了起来：是少主回来了！姑娘，是你救了大家！姑娘，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啊！寨子里的人纷纷跪下感激着星河，要不是姑娘的出现，只怕我们都要死在那里了。这是我的妻主苏星河。此刻他的心中有爱意还有骄傲。当他们来到主屋的时候，只看到了一个倒地的女子。姑姑！花岭叶颤抖着跪了下去，他无法相信眼前的场景，要不是姑姑暗中护着他，他怕是早就死在徐家了。姑姑对我这么好，怎么可以？姑姑，你醒醒啊！看到这一幕，星河赶忙上前查看，他还有一点呼吸，还有救。说着，星河就开始注入异能，同时封住了几处重要的穴位，紧接着为他输送力量治疗伤势。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，女子终于咳出了声，花岭叶提着的心才缓缓落下。姑姑！花晚秋惊慌地看着他，岭叶快跑，快跑啊！离开这里！快走！伸手就要推开他。姑姑，我祖父祖母呢？他们去哪里了？星河知道他在担忧着什么。姑姑，我现在8级异能，相信我一定能救下他们。若是晚了就来不及了。花晚秋这才注意到星河，看到他的容貌就被惊艳住。姑姑，这是我的妻主，我身上的火毒也是他解的，相信我们能救下祖父祖母。花晚秋神色惊骇，8级异能的雌兽，他们被2个黑袍杀手带走了，朝着那个方向去了。我本想阻止他们，但我没有异能被他们一刀。说着，他低头看向伤口，剑呢？伤口呢？8级异能起死回生的医术，这，花晚秋已震惊的说不出话。星河此时正通过附近的草木寻找气息，温南希和萧敬寒也出去探查线索。反应过来的花晚秋猛然转过头，岭叶，你换了个厉害的妻主吗？你是怎么让他看上你的？花岭叶吓得脸色一变，立刻按住了他的手臂。姑姑，这就是我的妻主苏星河啊，永远都不会换的妻主，而且我们已经结契了。苏星河，眼前的一幕让他不敢置信，曾经的苏大小姐嚣张跋扈，根本不是眼前这个绝美的雌兽啊。花岭叶摇头苦笑，我恨徐家，我恨他们害死了父亲，可我还要谢谢他们让我替甲，否则我根本没有资格站在他的身边。花晚秋很是激动，好，真想看看他们后悔的嘴脸。只是那个徐鹤景也极为出众，徐家会不会利用他来攀附星河？听到这话，花岭叶却笑了起来。我的妻主做事有自己的原则，徐鹤景再好也没有用。花狐狸内心无比自信，魏景墨那样的人物妻主都不搭理，他算老几啊？2人说话的功夫，温南希他们也赶了回来，然而却没有任何发现。星河神色凝重地看向花岭叶，我需要以血为引，血脉相连就能连接到他们的位置。花岭叶按住要起身的姑姑，直接割破了自己的手腕，接着星河就快速画出了追踪符，不料符文却完全没用。这一幕让他想起了金乌雌兽，也意识到了问题所在。姑姑，可能要用你的血试一试了。花晚秋丝毫没有犹豫，需要多少用多少。星河再次画出追踪符文，此时空中也多了一道灵气的牵引。好了，找到地方了，我们现在追过去还来得及。说着，星河又拿出一堆药材，留给花家众人治疗使用。花晚秋感觉像在做梦，哪有雌兽这么豪横的？顿了顿心神，赶忙开口：寨子里有飞马兽，你们坐飞马兽速度更快。几人不再耽搁，立刻向气息指引的方向而去。为了加快速度，星河又画了几张加速符文。很快，他们就到达了一个山林。只见山林里浓雾弥漫，不时还会传出怪兽尖锐的叫声。穿过这片迷谷森林，就是真正危险的未知区了。这里就是未知区的边界之地。未知区是兽氏大陆无法探查的地方，只因所有进入的人都死在了里面。飞马兽也感到了不安，本能的不断向后退去。星河眼中闪过一丝寒芒，他们刚刚进入这里，正是好对付的时候。说着，手中的暗器直接飞射而出，带着尖锐呼啸声射向2个黑袍人。只听叮叮叮的脆声响起，无数暗器都被打了回来。黑袍人也露出了不屑的神色，不自量力的蝼蚁，还有胆子敢追过来？先杀了他们，解决掉尾巴，我们才好穿过迷谷森林。
里，说罢，手中长剑嗡嗡作响，带着诡异的异能杀向了星河。温南希身形如风，拦在了星河前面，风卷残云。他大喝一声，风暴漩涡随即冲天而起。黑袍人迅速释放出9级异能，想要直接劈开眼前的风暴。消极寒冰系异能紧跟其后，无数冰柱破土而出，直接朝着黑袍人击杀而去。花凛夜知道不能跟他一起出手，于是用火系异能攻向另一个杀手。巨大的火墙拦住了他的去路。就在他挥砍的同时，火焰分裂成火蛇，瞬间而上，直接将他的剑烧得通红。这是什么火焰？不对，是太阳真火！你该死啊！看着冲过来的杀手，花凛夜忍痛释放出全部力量，星火燎原。此时额头火焰标记若隐若现，仿佛火神降临，带着尊贵的气息。黑袍人放出诡异黑雾进行抵挡，岂料接触的瞬间就被烧去一半。就在黑袍人被牵制的时候，星河快速的在周围用符文布阵，阵法完成的瞬间，他脚尖轻点一跃而起，手中的软剑横扫而出。黑袍人想用异能威压震慑几人，却发现他们根本不受影响。怎么回事？为什么9级威压震慑不住？除非他们的血脉之力极为强大，9级威压才会失效。总不能4个人都是如此吧？就在2人分神的瞬间，星河的软剑与暗器随之而来，哪怕他们是9级异能，也被打得狼狈不堪，伤痕累累，休要猖狂。2人周身再次凝聚起磅礴的力量，卷动着树叶瑟瑟作响。面对黑袍人的疯狂攻击，3人直接迎面而上，混淆了他们的视线。星河身形如电，迅速绕至2人身后，带着符文之力的一剑一刀，直接从后面刺穿了他们。怎么可能？是符文师！此前的2人满是惊恐，他究竟是何方神圣？星河手腕一翻，一张符文贴到了杀手的头上，正要搜寻记忆的时候，2人的身体却直接炸开，化为灰烬。温南希看出了端倪，他们身上被下了禁制，就是为了防止有人搜查记忆。经过刚刚的战斗，星河一时间化了太多符文，只感觉灵气耗尽，全身虚脱。温南希伸手将他抱进怀里，七主你怎么了？别笑我啊！花凛夜脸色更为难看，若是七主因此出事，他绝对不会原谅自己。看出了他们的担心，星河赶忙拿出了几粒丹药，我没事，先把这些吃了恢复一下精神。短暂调整后，星河检查了2位老人，没事，只是被下了迷魂药，吃了解药很快就会醒过来的。不过看着眼前的2位老人，星河发现花凛夜跟他们确实不像，谁敢动我七主，我必让他百倍奉还。当2位老人醒来的时候，花凛夜赶忙上前查看起来，爷爷奶奶你们怎么样？有没有受伤？花家主却慌乱的一把将他推开，凛夜，你快跑啊！别待在这个危险的地方，快走，别管我们，赶紧离开这里。看到眼前的场景，星河神色动容，哪怕他们不是亲祖父母，但对花凛夜的爱却是如此赤诚。花凛夜哽咽的安慰他们，爷爷奶奶，那些人都被我们杀了，是七主把我们带过来的，而且也是他的解药才让你们苏醒的。看着眼前的环境，花家主才从慌乱中回过了神，你的七主，难道你是改嫁了吗？可苏小姐怎么会放你自由呢？看着眼前的星河，花家主内心连连感叹，凛夜找的这个七主真好啊，不仅气场强大，还如此的亲和。花凛夜又被吓了一跳，赶忙解释起来，爷爷奶奶啊，我可没有改嫁，我的七主一直都是苏星河啊。说话的同时还紧张地看着星河，生怕七主产生了误解。星河扑哧一声地笑了出来，只觉得2位老人有些可爱，看来前身的形象真是深入人心啊，也不知道如果再次回到兽皇城，还有几人能认出我来。二老齐刷刷地看着星河，神色中充满着不可置信。当年得知他被流放去了北境，花家主的眼泪都快哭干了，要是知道他的七主这么好，应该早点庆祝才是啊。星河将一切尽收眼底，脸上露出了些许羞涩，祖父祖母你们好，我是苏星河，都是一家人，不用拘礼。孩子，谢谢你救了我们。看到老人欲言又止的样子，星河也猜到了他们的担心，姑姑也没事了，寨子现在也是安全的。不等他们再次询问，花凛夜赶忙扶起了他们，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爷爷奶奶我们先离开这里。回去的时候，星河还用神识探查了迷谷森林，但诡异的迷雾遮挡了一切，让他没有任何发现。温南希大概知道他的疑惑，迷谷森林相当于一个巨大的结界屏障，彻底隔绝了2个地方。从未知区过来应该是使用了特殊的秘法，所以绝杀门若是跟未知区有关，想来也不能大量的随意出入。星河还有些不明白，为什么绝杀门要派人刺杀自己呢？温南希能想到的就是他的身世，当初你父亲让我在身边保护你，而他却每隔一段时间外出一趟，据我所知是为了寻找你的母亲。星河若有所思，若是母亲来自未知区，他迟早有一天要进去查探一番。几天后，寨子恢复了往日的平静，星河还帮忙设置了机关阵法。为了解开心中的疑惑，花凛夜也去询问了祖父祖母。虽然2位老人还有一些顾虑，但事到如今，他们也知道有些事是瞒不住的。孩子，你们的想法是对的，我们并不是你父亲花若泽的亲生父母，严格来说，我们只是洪湖族的侍从家族，世世代代的为洪湖一族服务，而你才拥有纯正的血脉之力。星河对于这个结果并不意外，想来金乌慈寿的儿子就是他的父亲。此时的花凛夜有些难过，他无法相信奶奶竟不是亲奶奶。花家主看到他这个样子也很心疼，孩子不要难过，能被你叫一声爷爷奶奶我们就知足了，我们真的把你当亲孙子看待，只是这个秘密无法带入土中了。当年主子将你父亲托付给我们，虽然他的血脉气息被封印了起来，但你父亲极为聪慧过人，又擅长经商刺绣，很快就将产业扩大了规模。我们想着只要他喜欢就好，所以事事都顺着他，然而却事与愿违。说到这里，祖父也擦起了眼泪，他们亲手养大的孩子怎么就被害死了呢？花家主哽咽着继续讲述，可他没经历过感情，更不懂得人心险恶，你母亲连哄带骗的将他娶了过去，其实就是为了他的刺绣技艺，而只有他死了，徐家主才能心安理得的享受一切，从此再没人知道他龌龊的心思。花凛夜的心口被压得沉闷，像是被针扎一般的疼痛。
星河温柔地为他擦拭眼泪，别难过，等回了兽皇城，我们去亲自报仇。星河忍不住地心疼着他，如今已经有了8级实力，也该找机会解除流放身份了。花家人惊讶地看着他们，想不到世上还有如此温柔的雌兽，凛夜真是遇到一个好妻主啊。花凛夜深深呼吸，定了定情绪。祖父祖母，你们继续说，你父亲没了之后，他们就拿你的安危威胁我们只求你能好好活着。所以花家从此偏安一隅，不敢跟徐家去争任何。星河将这一切都记在心里，他一定会让徐家加倍偿还。为了得到更多信息，花家主又带着他们前往狐族祭祀的地方。一路上，星河发现了很多独特的作物，不仅有花椒树和辣椒树，更有一些北境没有的药材。当看到荔枝的那一刻，星河的眼眸都亮了起来。若是可以售卖荔枝，也算给花家找了另一门营生，总不能让花家一直被打压在这里。很快，他们就看到了远处的祭台，中央的古树上还绑了很多红丝带，在祭台的旁边还有一个山洞。点燃火把后，就看到了墙上的壁画，这是先祖刻画的祭祀舞蹈，以免被后人遗忘。星河看着这些壁画，脑海中竟出现了祭祀的场景，同时一种追溯时光的秘法出现在记忆里。只是现在他异能不够，还无法使用。几人还发现这里的灵气异常充沛，似乎跟这棵古树有关。它看起来不像我们大陆的树木，这是祖先从故土迁徙过来的族树，只有族人才能进来祭祀，外人是找不到这个地方的。星河发现树下的土壤也带着灵气，当他将手放在地上的时候，脑海里似有什么境界松动的感觉。突然间，他抬头向北境方向看去，北境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温南希脸色一变，家里应该出事了，我出门设下的结界被一股黑暗气息破坏掉了。花凛夜也紧张起来，我听说雪季的时候，北境最容易遭到变异兽的攻击。星河一下想起了云青兰母亲的死，她就是为了北境才牺牲的，我们需要马上回去，整个北境可能都有危险。意识到情况危机，星河借助此地的灵气，迅速开始画传送符文，他们要以最快的速度返回北境。画面一转，北境的城墙上早已战鼓响起，云青兰一身铠甲，手握法器雷盘，此时她气势全开，带着摄人的锋芒。禁古关城墙是最北边的防线，可此时无数敌人正在向防线发起攻击，敌人的喊杀声仿佛要冲破云霄，地面都在跟着不断震动，墙上的士兵不停地向下射箭，试图阻止攻击过来的敌人。云青兰运转雷系异能横扫过去，所有想闯进城墙的兽人全被击落。双方你来我往已有数日，可是战况依然没有出现转机。黑暗兽人不仅人数众多，甚至还有9级的存在。云老城主只能带人前去牵制，守城的将领有些担忧他的身体。云公子，你还是休息一下吧，我们守在这里不会让他们越过边关。云青兰并未言语，他知道这次的情况比以往更为严重，他担心后方的百姓，更担心北罗部落的他。他现在明白母亲为何会义无反顾了，因为后面有爱的人，有他想守护着的人。经过10多天的连续战斗，已经死伤了无数士兵，云青兰也感到有些无法支撑了。云公子，有黑暗兽人闯入了很多部落，那些部落兽人根本不是对手，可我们已经没有人手可以去保护他们了。云青兰心中无比慌乱，想问一问他的情况，但话到嘴边却无法张口，他怕死后那些话会给星河带去负担。这一刻他反而无比平静，虽然做不了他的受父，若能以死守护他和背后的百姓，也不枉费他的救命之恩。想到此，他看向士兵，跟魏公子说一声谢谢，要不是他在云霄城帮忙，我在这里也撑不了这么久。云青兰闭了闭眼，一声雷啸响起，只见一只巨大的雷兽跃向空中，雷电轰鸣而下，云青兰的雷爪瞬间踏破虚空，所过之处发出碎裂般的脆响，下方的敌军顿时慌了起来，快阻拦他，一定不要让他开启献祭仪式。随后4个8级兽人冲了上来，不知他们知道云家的秘法，就是要在关键时刻打断他的献祭，从而达到击杀的目的。云青兰现在还是7级异能，只有献祭后才会达到10级。紧接着一道雷电横扫而出，他的雷爪划破身体，雷血即将落入手中的雷盘，就是这个时候他最虚弱，快去阻拦他。黑暗兽人来不及布阵，直接以自爆的方式攻击过来，8级异能的自爆让他遍体鳞伤，虽然有雷系异能护体，只可惜怕是要坚持不住了。就在千钧一发之际，一道破空声响彻大地，星河随即释放全部威压，霸气的声音震慑九霄。想动他，问过我没有？看到星河的那一瞬间，云青兰整个身躯都颤动起来，真的是他吗？本以为自己可以从容赴死，可见到星河的那一刻，他才知道对这个世界是如此不舍。或许是自己早已爱上了他。被突然压制的兽人有些惊骇，李明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何会有如此强大的血脉威压？星河神色冰冷，此人没必要知道这些。云青兰压制住内心的情感，苏小姐，你快离开这里，太危险了。星河趁他闪神的瞬间，直接用符文停下了他的献祭仪式，与此同时将他从空中拉下来挡在身后，不必牺牲，这里有我。云青兰猝不及防地被拉下来，再听着他的话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寂静了下来。挣脱威压的兽人也杀了上来，胆敢阻拦我们的计划，杀了他！星河推开想要上前的云青兰，直接从空间拿出一把古琴，手指轻划之下，音波化为实质刺向黑暗兽人。黑暗兽人修炼特殊功法，一般的攻击他们根本不会害怕，可此时却本能的想要后退，然而身上瞬间传来被丝线割破的疼痛。星河这套阴杀就是为他们准备的，如此才能打破他们的防护。随着杀伐之音汹涌而来，8级高手也只能狼狈躲避。直到临死之前，他们也想不明白这是哪来的雌兽。当黑暗兽人从墙上落下的时候，云家军士气大振，铮铮铮的琴声在上空回荡。星河的周身围绕着璀璨的华光，是那么的耀眼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星河的喉咙里涌上了血腥气息，他知道自己也受了内伤，可他不能停下。住手！远处一道射人的声音传来，接着黑影踏空而来，星河被10级威压压制，一口血吐了出来。云青兰闪身来到身前替他抵挡。苏小姐，我来。星河回头封住了他的穴位，让他无法再次献祭。接着擦了擦嘴角，双手一动，开始吞噬周围灵气。他要用秘法提升异能。传送符的力量不同，温南希他们还没赶来，这样也好，他们不用为了保护我
做出不必要的牺牲了。10级兽人轻蔑地看着星河，破坏了我们的计划，你该死！境界的压制让星河再次突袭，但他不能也不会停下。然而一道咔嚓的声音响起，似有什么力量直接撕开了空间。只见一道绝美妖冶的身影落了下来，将威压挡出去的同时来到了星河身边。男人心疼地看着星河，七主对不起，是我回来晚了。凭什么后来者居上？因为沈慈安他又争又抢。看到星河受伤的那一刻，他身上的血液都疯狂沸腾了起来。星河有些不可置信，沈慈安，是你吗？你真的回来了？七主担忧的神色让他几近失控，低头的瞬间吻了下去，吻去了他嘴角的血痕。七主感受到了吗？这就是真实的我，谁伤了你，我必让他百倍奉还。此刻他身上透着浓烈的杀意。10级兽人再次释放出磅礴的力量，直接朝着星河压了过来。沈慈安挥手阻挡的同时，另一只手悄悄地输送着异能。兽人冷笑一声，他该死，你们都该死。与此同时，空中凝聚成数柄飞剑，速度极快地向他们击杀过来。沈慈安却笑了起来，那就看一看谁该死吧。随后只见红色光芒暴涨，无数能量球瞬间迎上剑芒，双方力量在空中相互碰撞，激起的气流掀翻了下面的兽人。沈慈安轻揽他的腰肢，七主别担心，我会解决掉他，等我回来。刚回过神的星河一把拽住了他，你一定要小心，答应我不要出事。沈慈安突然露出一个笑容，相信我七主。此时他已是9级巅峰实力，跃起的同时磅礴异能也随之释放，很快两人就缠斗在了一起。砰砰的炸裂之声从上空传来，此时战场上无人可以压制星河，琴声再次响起，击杀了无数敌人。云青兰调动异能冲破穴位，引动雷系异能加入了战斗，两人配合之间，黑暗兽人伤亡惨重。就在这时，温南希几人也到达了战场，他们的打法更为凶猛，使得战场的局势迅速扭转。溃不成军的黑暗兽人开始四散而逃，星河抬头看着天空，一道道残影不断闪现，完全看不清二人打斗的样子。地面的战斗很快结束，由于城里缺医少药，此时众多的伤员无法受到治疗，他们都沉默着，似乎已经放弃了生的希望。看着眼前的一幕，星河不仅从空间拿出了大量丹药，还将医馆的徒弟都叫了过来。徒弟邱飞带着众人向星河行礼，徒儿见过师傅。星河忙碌着没有回头，不必多礼了，救人要紧，是师傅，我们立刻就去。他们跟星河学了很多医术，打心里敬重自己的师傅。有了他们的加入，很多士兵都得到了及时的救治。然而士兵们却满眼惊骇，眼前的星河与传言完全不符，这哪里是恶毒草包啊，明明是神兽下凡才对啊！就是，以前还拿他来指小儿啼哭呢，这可真是传言误人啊！是苏小姐救了我们，以后若是谁敢说她的不是，我们就跟他拼命。星河明白，他在兽皇城的名声只会更差，现在不仅改变了众人的看法，还能借机为回归兽皇城早做准备。忙碌了1天1夜后，星河才终于松了一口气，可他担忧地看着远处，沈慈安他怎么还没回来？温南希连忙宽慰起来，他如今9级异能，应该不会有事的。虽然心里知道他没事，但星河的内心依然满是担忧。你们先回去休息吧，我还想再等一会儿。我们不累，七主在哪我们在哪。对，我们也在这陪着七主。过了不久，沈慈安提着一个人影落了下来，人死了。说着他将那人扔在了地上。星河满是担忧地看着他，你有没有受伤？我先帮你治疗。沈慈安眼尾一动，轻咳了几声，握住星河的手放在心口，这里难受。对上他那双妖异的眼眸，星河被勾得内心一颤，这里为何会难受？撩人的话语在耳边响起，因为这里全是七主，想七主想得疼。星河害羞地低下了头，小声的呢喃，我也想你。这句话让沈慈安彻底失控，一把将星河抱在怀里。我在生死徘徊的时候，唯一想的人就是七主，我好害怕再也看不到七主。沈慈安不想再等了，若不能早点结气，他实在没有安全感。七主，我带你去一个好地方，好不好？面对男人真挚的目光，他又怎么忍心拒绝？好。听到七主答应了自己，沈慈安更是紧紧地抱着星河。温南希赶紧一把按住了他，你这样太用力了，七主会不舒服的。这一下子让他回过神来，对不起七主，我太高兴没控制好力气。星河回头看着几人，我跟慈安去一个地方，你们照顾好自己。花岭夜有些担忧，七主记得回来啊。狐狸的眼里满是不安，这家伙带着七主出去结气，还不知道如何缠着七主。萧继寒也耷拉着耳朵，七主，我等你回来啊。星河脸上热得发烫，一个个的都怎么回事？我又不是不回来了。很快沈慈安带着他来到一处秘境，任外面如何风雪交加，此处却依旧温暖如春。这里是我偶然间发现的，一直想着带七主来这看看。所以七主喜欢吗？这是温泉啊，当然喜欢了。如此寒冷的地方还有温泉，真是难得。那七主要不要试一试？泡温泉的感觉应该很美妙。星河已经羞红了脸，他自然知道这番话意味着什么。宿主，我能感受到他对你浓烈的情谊。宿主不要害羞啊，冲啊！此刻的沈慈安等得着急，身体忍不住的发热起来。星河笑着看向他，缓缓地解开了外衣系带。沈慈安的气息瞬间紊乱，七主这是慢动作啊，我来帮你吧。说着就要伸手上前，星河打掉他的手，转身走进了温泉池中。其实穿着衣服泡正好呢。沈慈安无奈地摇了摇头，好，七主是在勾我的心魂吗？紧接着他也一跃而下，快速向星河游了过去。星河此时正在玩水，开心的不得了，突然就被沈慈安紧紧抱住。七主可真会折磨人啊！此刻的衣衫贴在他的身上，勾勒出动人的曲线。这一幕让沈慈安看得热血翻涌，他嘶的一声倒吸一口冷气。星河转身贴在他的怀里，紧紧地抱着他的脖颈。你答应我不许一个人再去冒险，我就顺了你。耳边的热气让沈慈安都要炸了，唇齿呢喃间应和着，我答应七主，只是今晚七主可别说求饶的话。话音刚落，异能随之而动，衣衫也悠悠地滑落下去。他此时似嗔似骄地凑到耳边，好啊，我不说不，也不求饶，你可真是魔人啊！看样子我不在的时候，他们没少折腾七主，现在竟会如此撩人。他紧紧地抱着星河，感受着他身上甜美的气息。我的小心爱，你不知道我有多想你。
想你想得快疯了。血族兽人一旦动情，忠贞不二，他要用特殊的称呼让妻主记住自己。星河呜咽着回应：那你怎么舍得才回来？你是不是受伤了？沈慈安深深地看着眼前的人，似是读懂了他的心。星儿一直担心着我，想着我对吗？星河知道他使用了读心术，你不是已经知道了吗？沈慈安轻扯嘴角，星儿身上的秘密可真是多呢，所以我有没有受伤你是知道的。渐渐的温泉温度越来越高，在他炽热的气息中，星河逐渐模糊了意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星河忍不住的想要后退。你老实说，你之前真的没有别的雌性？妻主可是冤枉我了，我自始至终只有你一个人。说着还亮出了手臂上的朱砂，我是因为家族里有这门功课，这不如今就派上了用场。看来妻主是喜欢这样的。星河红着脸不敢说话，一开始是想聊他的，没想到根本聊不过这个妖孽啊，这人简直比妖精还妖精。当真正结气后，沈慈安才知道有多美好。如果我不离开家那么久，有读心术的加持，是不是我就能排第一了？哎，可惜现在后悔也没用了。随着时间一点一滴的过去，沈慈安又将他抱进了木屋。星河没想到还带换场景的，看着眼前还有些不知所措。沈慈安眉梢轻挑，看样子我还不够努力啊，竟然让妻主还想着别的事情。星河简直欲哭无泪，你真的已经很努力了，我真没想别的事情，现在满脑子都是你，真的，哼哼哼，要让妻主知道我的厉害，怎么能被他们给比下去？沈慈安深情地看着他，我晚了那么长时间，要把一切都补回来。星河脸色瞬间泛现红晕，迷迷糊糊间忘却了时间，不知过了多久，沈慈安才依依不舍地放开了他，就那样看着睡着的星河。然而周围的灵气不断朝他汇聚，经脉中充满了磅礴的力量，十级异能。此刻星河的周身围绕着道道七彩光芒，他也进入了9级的实力，感受着身体的变化。他也回想起了父亲的嘱托，慈安，你是我们血族唯一的纯血兽人了，不到10级之前，千万不要去探查血族被灭的真相。突破10级的契机可遇而不可求，无法突破就好好活下去，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兽人就好。沈慈安很庆幸自己选对了妻主，接连2次的突破都跟妻主有关。他轻柔摸着她的发丝，这么好的人让我遇到了，真想将妻主藏起来，不给任何人看。虽然强压着躁动的心，但星河睡觉的时候很不老实，不仅乱蹬被子，手脚也乱动乱放，就算自己都要炸开了，还是舍不得再折腾妻主了。哎呀，这小妖精可太折磨人了。再次醒来，看到那张俊美的脸，星河的脸颊又红了起来。妻主醒了，正好我饿了，所以我们……星河赶忙开口，那个我确实饿了，我想吃饭。天知道他有多强悍，可不能由着他乱来，否则今晚都不用下床了。沈慈安看出了他的小心思，妻主缠我缠得可厉害了，难道妻主不想？说着不断用眼神示意起来。星河这才发现自己如同八爪鱼一样在他身上，慌乱间也不知道碰到了什么，只听沈慈安似乎闷哼了一声，你没事吧？我不是故意的。沈慈安妖娆一笑，直接将他翻了下去。妻主是喜欢我昨晚的表现，想要再感受一下吗？星河有些无语，这狗男人撒娇求饶是没用的，昨晚已经试过了。想着便伸手抱住他的脖颈，语气中满是娇羞。再不吃饭我会昏过去的，你就不心疼我吗？沈慈安看着他这个样子，无奈的叹了口气，就会折磨我。等着，我这就去给你做饭，我就知道你最好了。星河的眼睛都弯了起来，所以是我好，还是温南希他们好？听到这句话，星河差点咬掉舌头。哄你的话怎么还较真了？他认真的看着沈慈安，我不想骗你，你们在我心中一样重要。沈慈安揉着他的头发，做了你真正的受夫我就知足了。你先歇歇，我这就去做饭。几天后，沈慈安才带着他飞回家里。下来的瞬间，星河腿都一软，沈慈安赶忙抱住了他。妻主还好吗？好个狗男人还明知故问，这几天除了吃饭，你就没让我休息过。星河嗔怪的瞪了他一眼，都怪你。沈慈安立刻温柔了起来，怪我。一会我给妻主揉一揉。可沈慈安内心却是，若不是妻主催促的急，这会儿我也不想带他回来呢。二人说话间，一个人影却跪了下来。苏小姐，求求你救救我家公子吧。星河循着声音望去，没想到竟然是卫东。蛇受夫为了报复妻主，竟然2天2夜都不放开。当星河看到卫东的时候，自然想到是魏景墨出了事情。早前他就听说过，这次北境的战争，魏景墨提供了关键信息，才会让云家早做布局，而且他还将护卫派去保护了平民。于公而言，星河自然不会坐视不管。你先别哭了，说说你家公子到底怎么了？卫东赶忙擦了擦眼泪，我家公子并不适应北境气候，然而守城时还动用了血脉之力，本就虚弱的身体又受了重伤，导致他现在一直昏迷不醒。苏小姐，求求你了，以前的确是魏家对不住你，但那不是公子的本意啊，他无法左右家族的决定，也要听从族老们的安排。星河并不想听这些理由，别说了，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。听到门外有动静，萧介寒赶忙走了出来，妻主，你终于回来了。这段时间他被思念折磨着，心中的不安让他都无法入睡。当他看到星河脖颈处的红痕时，脸色瞬间变得难看。这个沈慈安这么多天一定一直折腾着妻主，可想而知衣服遮盖的是怎样的痕迹。随即他的狼尾一下卷了上来，将星河揽在怀里。妻主还好吗？这么多天是不是把我们忘了？感受到他的气息有些狂乱，星河赶忙给他把脉，我先给你安抚一下，不要胡思乱想好不好？此时跪着的卫东暗自神伤，公子在苏小姐的眼中果然是没有一点分量啊。在安抚完萧继寒后，星河又私下在家里寻找另外2人的身影。妻主别找了，他们现在在药房帮忙呢，这几天我们3个都是轮流看家的。看着家里没事，星河也放下心来，这才转头看向跪着的卫东，走吧，带路。卫东很是激动，苏小姐，我带了马车过来，请上马车吧。就在星河刚要上马车的同时，沈慈安立刻扶了上来，妻主，我送你过去吧。别，我自己过去就行了，你们在家里等我就行。看到妻主那么坚持，
沈慈安低声叹气：“那我在家里等着妻主，我会想妻主的。哎呀呀，可行了，这几天被狗男人折腾的，可趁机让我歇息一下吧。”画面一转，星河就来到了魏锦墨的别院。此刻侍卫们都低着头不敢看他，曾经有多瞧不起他，如今就有多打脸。当星河看到魏锦墨的那一刻起，前身的记忆一下就涌了上来。魏锦墨，你跟他们不一样是不是？你不会强行解除受父契约的。魏锦墨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也要离开我？我恨你们，你们都是我的，我要杀了你们在意的人。即使前身如此疯狂，可星河的内心很是平静。在前身不断威胁下，魏锦墨还是沉默着离开了，甚至连头都没回一下。魏东此刻也不敢说话，他只后悔没有劝公子跟着流放。可如今眼前的苏小姐已经不是任何人能随意攀附的。星河定了定心神，上前为他拔起了脉。他动用了本源之力，导致气息极为躁乱，而他的本体应该来自大海。魏东有些哽咽，公子这次的情况非常严重，求求苏小姐救救公子吧。放心吧，他不会有事的。话音落下的同时，星河将木蜥异能注入到他的体内，但是他的伤势太重，星河还是出现在了他的精神海中。然而他的精神海里一片黑暗，只有星河那一道绿光照亮了这里。魏锦墨，你能听到吗？星河不断喊着他的名字，可并没有任何回应。当走到一个干涸的水池旁时，一个重伤昏迷的鲛人躺在里面。这是魏锦墨，难怪会不适合严寒之地，看来似乎来这里很久了。当木蜥异能运转起来后，他的伤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着。紧接着，星河又将灵泉水引入水池，让浓郁的本源气息滋润着他的身体。当灵泉水被吸收了之后，魏锦墨才缓缓地睁开了眼睛。看到星河的瞬间，他甚至怀疑是不是自己产生了错觉。回过神来后，还有些不可置信。苏小姐，是你吗？是我，你已经没事了，我也该离开了。说完，毫不犹豫地离开了这里。魏锦墨想要留住他，可任他如何喊叫也无济于事。魏东看到公子醒了，有些激动。公子，你终于醒了。魏锦墨来不及忧伤，直接从床上下来追了出去。苏小姐，请留步。他知道有些话再不说出来，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。星河听出语气不太对劲，停下脚步，转头看着他，是身体还有不舒服吗？魏锦墨心口酸涩难受，他后悔了，内心被悔恨所折磨着。没有不舒服，身体很好，谢谢你。魏锦墨说的也是实话。木蜥异能正滋润着他的四肢百骸，境界也仿佛有所松动。不用谢，你也救了北境很多百姓，还有以前的事情，对不起，是我错了。星河的眼中闪过一丝诧异，没想到世家大族的天骄也会道歉。你没有错，过去的事情我已经不在意了，你也不必为此多想。这番话让他明白星河放下了过去，心中也早已没有了他们。不是这样的，我错了就是错了，虽然没有资格，但我想弥补些什么。星河摇了摇头，魏公子不必如此，北境不适合你的身体，还是早点回去吧。魏公子，后会无期，告辞。魏锦墨感觉两眼一黑，还好魏东及时扶住了他。公子你还好吗？魏锦墨看着星河的背影，终究是什么也说不出口。魏东赶忙宽慰起来，至少苏小姐还愿意跟公子说话，说明她也不希望你死去。公子比他们强多了。魏东的话还是起到了作用。是啊，你说的对，我们早点回去做些准备，或许能有机会帮上什么忙吧。回到屋里后，魏锦墨仔细感受着那股气息，随着境界松动，竟突破到了8级，这可让一旁的魏东惊骇不已。然而星河刚出门就碰到了云管家，总算见到苏小姐了。老爷子请苏小姐入府一叙，是关于回寿皇城的事情。回寿皇城之前确实要做些准备，还有一些具体的事情要问下老城主。对了，云公子休息过来了吗？身体恢复了吗？听到他关心自家公子，云管家有些激动。公子想亲自感谢小姐的救命恩情，可又怕给小姐添麻烦，便不让我们前来打扰。星河点了点头，上了马车，麻烦云管家亲自跑一趟。待到云家之后，云老爷子便将奏折递了过来。一直没见到你，我已经写了奏折上表女皇，过几天皇城就会有所表示了。不过如今女皇身体不好，几位王爷为了那个位置明争暗斗，此刻的寿皇城也不太平了。想到女皇让星河心头一暖，前身能够娶10个顶尖寿夫，完全是因为女皇庇护。若是谁家不愿意，他父亲就会进宫请旨赐婚，女皇就会直接下旨。女皇似乎一直护着父亲和我，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。自从他的父亲打了败仗牺牲后，女皇便重病昏迷，这才导致苏家被查封，星河也受此牵连才被流放。我刚得知的消息，女皇的身体似乎是好了一些，不过一直没在朝堂露面。那女皇为何一直不立储君呢？星河实在有些不解，不知道女皇从未提过立储君的事情，没人知道她在想些什么。若是有机会帮女皇治好身体，或许在寿皇城能多一层庇护。云老爷子又说了很多朝堂的事情，好让星河提前做个准备。说话的时候，下人送来了点心。苏小姐，先尝尝府中的点心吧，看看味道如何。星河也没客气，直接吃了起来，的确是他喜欢的口感。看到他的样子，云老爷子笑了起来，这是青兰亲自做的点心，想必他已经做了一桌子饭菜了。不过我这老家伙就不陪你们吃饭了，正好有事要出去一趟。还不等星河反应，老头一溜烟的跑了出去。星河觉得坐着无聊，索性就打算去厨房看一下。此时云青兰正在忙着做饭，发丝垂落间竟添了几分随性和柔和。当他抬头看到星河的时候，竟有些迷了心神。阳光中的星河是那么明媚耀眼，让人忍不住的想要靠近。你来了，那个点心还合口味吗？你做的点心很好吃。云青兰顿了顿，心神有些紧张。你喜欢吃就好，我可以永远为你做这些。不用的，你不必如此辛苦，我平日也不怎么吃点心。云青兰听到这话有些神伤，这些话还是她在画本上学的，她也不知道如何表达内心的情感，大概过于忧伤，身体一下涌上了躁乱的气息，让她忍不住的咳嗽出声。星河立刻上前给她把脉，你的精神海怎么会如此狂躁？是不是你最近还没休息好啊？云青兰低着头没敢说话，雷兽动情后就会进入躁动期，这种事情她实在说不出口。你先坐下来，我为你治疗一下吧，你的身体异于常人，受了伤就应该好
好好调养才是。随后星河将手放在他的手心处，直接用异能为他治疗起来。看到这个治疗方式，云清兰露出了遗憾的神色。难道不是像上次针灸那样再脱一次衣服吗？自从上次康复后，他一直在认真锻炼，想着若是节气定要让他满意。可这一切还是我的妄想啊！他或许对我没有任何想法。感受到了异常，星河询问起来：“你的心跳怎么这么快？还是要控制一下情绪啊，否则你的精神容易狂化啊。”云清兰感受到磁性的安抚是那样舒畅，却更激起了她的渴求感。她强忍着想要轻喘的冲动，死死咬着嘴唇不让自己出声。这边星河越是专注给她安抚，她就觉得越是动情。过了一会儿，星河才淡淡开口：“好了，这下子应该没事了。”云清兰几乎慌乱地站了起来：“我去做饭。”星河也没多想，天色已晚了，就不必忙活了，你先好好休息吧，我也该回去了。苏小姐，我是不是一直以来给你添了不少麻烦？没有，你怎么会这样想？我希望你身体好好的，多看看这个世界，让自己开心起来。云清兰，我很高兴在北京遇见你。星河发自内心的感谢她的照顾，否则开店之路不会如此顺利。这些话反而让她更感忧伤。苏小姐，我有些话想说，我怕以后没有机会或没有资格再说了。星河看着她并没阻拦，他记得小时候来过云家，模糊的感觉这是一段美好的回忆。云清兰鼓足了勇气，我曾经听说救命之恩当以身相许，哪怕知道这是我的妄想，但我还是想将自己的心意说出来，因为我动了心动了情，我控制不住对你的思念，越是压制就越翻涌的厉害。星河有些不知所措，这完全不在他的预料之内。谢谢你愿意喜欢我，但对我来说实在太过突然。你真的很好，我不想伤害你，可我没有想过再娶受夫。我不求名分，只要能有机会陪伴在你身边就够了。星河刚要拒绝的时候，系统跳了出来：“宿主别着急拒绝啊，我感觉到他跟你有一些牵绊，等你回忆起小时候再做决定吧，别提前说了一些话伤了人心，恢复记忆后悔就不好了。”听到这话，星河把话咽了回去。现在说这些还早，对我来说也很突然。云清兰感到了一丝机会，是我表达的不好，以后我会用诚意追求你的，那时候再回复我就好，多久我都会等。与此同时，兽皇城的朝会却暗流涌动，女皇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此刻站队王爷的人神色紧张，他们没想到女皇竟然身体依然安康。女皇目光威严地看着下面，关于前段时间北境战事，大家难道就没有想说的吗？微臣以为保卫北境本就是云家职责，据说这次战事死伤了很多百姓，虽然云家军也牺牲了不少人，如此就算功过相抵了吧。林大人这番言论真是寒心啊！那黑暗兽人是云家军3倍之多，云家历代守护边关牺牲了多少人？既然林大人觉得这么轻松，不如以后林大人去守城好了。随即朝堂上便争吵了起来，战队两方的人谁也不肯让步。女皇看着下面，神色闪过凌厉，看来林大人有一套守卫边关的方法。那么从今日起，林大人就去西南关隘帮忙守城吧。林大人腿一软，扑通跪了下去。他可是文臣啊，那些敌军攻城的时候，一不小心可就没了性命啊。虽然是楚王的人，可楚王此时连屁都不敢放一个，直到所有人都要为云家请功，女皇才露出了满意的神色。既然众爱卿都如此说了，那就依众爱卿所言论功行赏。苏星河将功赎罪，苏家解封，他可重新回到兽皇城。众人本来注意力都在云家，没想到重点竟在苏星河身上。不管众人什么心思，女皇的旨意正快速地向北京而去。刚从云家回来，几人早已做好了饭在等星河。吃饭的时候，所有人都争着夹菜。星河好不容易的吃完了饭，刚准备松口气，就被温南希直接用蛇尾卷回了屋里。花岭叶手中的筷子瞬间折断，这条臭蛇抢得可真快啊！本来我的虎尾都伸过去了，哪想到温南希竟然这么速度。别忘了他可是蛇兽人，蛇性可越是压制越是强烈，还不知道他会如何折腾七主。沈慈安更是控制不住的还想，只见他喝了一杯又一杯的水，还是降不下身体的热度。你们随意，我去沐浴，我需要冷水冷静一下，再不走要炸开了啊！花岭叶心中醋意翻涌，他可是霸占了七主几天，难不成还不满足吗？萧继寒心里沉闷不已，传言血兽一旦结气，便会释放极大的情力，是成年雄兽的几倍。就他这样七主怎么受得了？怪不得他要带着七主离家，要不是打不过他，我早揍他了我。此时屋内的星河还懵懵的状态，温南希的蛇尾并没有放下他的意思，那样悬空的状态不轻不重，让他无法挣脱又不会不舒服。感受到小腿蛇尾的清凉感，星河有些控制不住的发软。南希，温南希修长的手指一点点碾过，然后俯身吻上了日思夜想的人儿。这几天可有想我？星河感受到他周身浓烈的气息是那样的迷人，迷迷糊糊的应和着，想你了。温南希似是惩罚一样吻得更加用力。小没良心吧，这会儿还在想别人吗？没我想着你。他对温南希有着不同的依恋，此刻温南希的眼神都是炙热的，让他觉得周围温度都在升高。不知为何，今天的温南希一直是蛇尾形态，就那样将他卷在怀里。南希，我这几天没回来，你生气了吗？没有生气，他们也是你的受缚。说话的同时揽住他的腰肢，只是以前担心你吃不消，现在觉得是我想错了呢。我的小星星比我想的厉害呢，所以这2天只属于我一个人，好不好？星河张了张嘴，有些不可思议。两天吗？之前不都是半夜才？温南希轻叹一声，以前是我怜惜七主，可你不懂成年蛇兽的蛇性。随后他衣袖一挥，屏蔽了整个房间。这样也是晚上，还是七主以为白天能自己待着？星河也不敢再说什么。今天这几个人都不太对劲，此刻他身上暴躁的气息让星河瞬间一怔。你身上怎么也有如此强烈的躁动？因为实力恢复了7级，同时进入了躁动期才会如此。星河知道此时需要磁性的安抚，想必他一定会非常难受。他主动的抱住了他，低头落在了唇齿间。我不想让你难受。这一刻的温南希彻底释放了情愫，衣带随之缓缓滑落，蛇尾的沁凉与掌心的炙热让星河有些恍惚，抬手间竟扯破了温南希的衣衫。原来七主喜欢这样，没关系，还有布料可以让七主继续玩。当衣衫碎开后露出了蛇尾时，星河都瞪大了眼睛。你
要不你还是先冷静一下吧。温南希温柔的声音传来，别怕，我怎么舍得伤害你？感受到他温柔的气息，星河觉得很是安心。然而当风浪席卷而来时，星河内心直呼狗男人不可信，至少在温泉的时候还有休息时间呢。星河的指甲深深地扣在他的肩头，怪不得你说之前联系我，原来是真的。男人温柔中又带着强势和霸道，嘴上说的怜惜让星河无法招架。星河很庆幸自己是9级异能，2天2夜让他明白了蛇尾原来还可以用度日如年形容外面的3人好不为过。这2天2夜3个男人都要疯了，2天多了，2天2夜啊！你知道这2天我是怎么过的吗？女人只是跟受夫贴了2天2夜，竟引起了其他受夫的不满。沈慈安，要不是你刺激了温南希，他根本不会如此。沈慈安也觉得自己委屈，你们节气那么早，我霸占几天怎么了？我容易吗我？不过这条蛇才是最心机的，真是知蛇知面不知心啊！花岭夜也跟着附和，他还故意屏蔽了声音，肯定是怕我们去阻拦他。看着2人要冲进去的样子，萧继寒急忙开口提醒他们，温南希可是第一受夫，他跟妻主亲密是受天道保护的。沈慈安不以为意，你当我在乎这些吗？花岭夜倒是冷静了下来，妻主这次立了大功，我们很快就会回兽皇城了。真正的竞争并不在我们之间，而是在兽皇城。提到兽皇城，他就想起了一个人，不知道梅清晨觉醒了没有？梅家血脉不容小觑啊！此刻3人都涌上了一种危机感，很明显，五感皆通的梅清晨竞争力也会大大增加。当星河醒来的时候，他发现自己的嗓子都哑了，实在想不到平日温柔的人竟然还有这样的一面。温南希见他醒了，也将蛇尾收了回来。星河终于松了口气，还是人形好，人形好啊！然而衣服都已经破碎了。星河红着脸看向他，你去我房间帮我拿件衣服吧。温南希一副早已料到的样子，不用，我准备了衣服。说着就将衣服拿了出来，来，我先帮你穿上。星河有些惊讶，没想到他连衣服都准备好了，穿上后不仅合身，还极为舒服。这布料真好，透气舒适，一点不闷热。温南希眼眸涌动，这是属于我本体的东西，果然很适合妻主。星河一下反应了过来，手都跟着抖了起来。蛇皮吗？这，妻主想要拿下来吗？或许花岭夜他们就在院中呢，那样妻主这几天估计不用干别的了。说着，温南希又抱住了他，温热的气息瞬间涌了上来。乖，穿着好不好？这是我亲手做的，这上面还有我的气息，可以威慑所有蛇类。星河被吻得有些迷糊，我怎么不知道你会做衣服？你还有什么是不会的？我恢复了一点以前的记忆，似乎我曾经也学过各种课程，其中一项就包括针线活。那你记得你来自哪里吗？之前竹林受了重伤又是怎么回事？星河此刻满脑子都是疑问，他想不到温南希的来历，也不知道他真正的实力如何。温南希无奈地摇了摇头，不记得这些了，暂时也没有想起来。他每次试图去想都会头痛欲裂，只记得那里的灵气极为充沛，所用的东西也极为珍贵。或许等实力再恢复一些，有些记忆也就恢复了。星河虽然有些担心，还是点了点头，不再多问。晚上吃饭的时候，几人都抢着过来喂饭，妻主一定累坏了，快多吃一点吧。妻主喝点水，这是我去山上采集的蜂蜜，妻主一定会喜欢的。说着，他又故意露出被蜜蜂蛰的包来。花岭夜看到他这样，也赶忙露出自己做饭被火烫伤的地方。好你个大黑狼，现在又争又抢的这么会。沈慈安喂饭的动作都顿住，这段时间没回来，家里的竞争都这么激烈了吗？一个个还学会苦肉计了，早知道我就该伤痕累累的时候回来啊。星河看着他们有些哭笑不得，冰系异能可以被折伤，火系异能还能被烫伤，你们真是演都不演了。说着他就用异能治好了他们。沈慈安可怜兮兮地看着星河，妻主，我心里有些难受。星河看了他一眼，嘴角不由得抽了抽，还要不要我吃饭了？一瞬间几人就安静了下来，低头默默地吃起了饭。温南希心中感叹，霸占了妻主3天，他们想争宠也没办法。就在吃饭的时候，门外传来了洪亮的声音，圣旨到。星河愣愣地看着眼前人，正是对他颇为照顾的宋姑姑。宋嬷嬷也很激动，但很快她便镇定下来，隐藏了情绪。苏小姐快接旨吧。罪女接旨。随着星河跪下，几人都跟着跪了下来。圣旨的内容很长，不仅赦免了他的流放身份，恢复了星河原籍名位，还归还了苏家的一切。这一刻，星河知道一切已尘埃落定，他可以重新回归兽皇城了。这道圣旨即将开启他的传奇之路。后人回想起来，只有无数感慨。凤凰归来终将展翅翱翔。宋嬷嬷扶起了星河，苏小姐，你受苦了。宋姑姑，我没事，多亏了我受父他们护着我才能安然无恙。宋嬷嬷看着他们，暗暗地点了点头，接着偷偷将空间戒指交给了他。这是陛下让微臣带给你的，里面有苏大人留给你的东西。要是女皇知道她住在这么简陋的地方，不知道会心疼成什么样子。这次云青兰也一起去受赏，你带着受父一起确保安危。宋姑姑放心，我不会有事的。宋嬷嬷叹了口气，现在很多人不想让你回去，陛下之前身体不好，现在朝堂局势瞬息万变，很多事情陛下不能做得太过明显，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。星河听出了他的言外之意，看来女皇也身不由己啊，不能表现得太亲近，反而会给我带来危险。随后他又交代了一些事情，才带着队伍离开北境。北罗部落的人都很舍不得他，他们跟着星河学会了养殖和种植，还学会存储食物，而且药方给的工钱很是大方，大家干得也起劲。苏姐姐，以前是我们错了，其实苏姐姐真的好好啊。苏姐姐，这是我藏起来的野果子，给苏姐姐吃。苏姐姐，这是我做的木雕，一直想找机会送给苏姐姐。看着这一幕，星河心里非常感动，他的改变和努力都被大家记在心里。放心，我还会回来的，这里永远都是我的家。虽然这个宅院很小，但承载了他们很多美好的记忆。画面一转，
兽皇城内江家得知星河要回兽皇城，江墨川满眼都是厌恶，他竟然还活着。根据下面传来的消息，他确实还活着。江墨川冷嗤一声，倒是命大，不就是仗着跟兽夫生死绑定，才会侥幸活下来吗？江刀谄媚地揣摩着，少主可要我们做些什么吗？江墨川神色一顿，当初他害得梦妍精神力受损，我要一一的为他讨回来，所以你看着去办吧。江刀眼底闪过一丝阴冷，属下一定会办好，绝对不会让少主失望。曾经柳家只是一个中等门户，但因为有了柳梦妍，使得柳家地位水涨船高，柳梦妍也成为了他们心目中的神词。江墨川想要刻意忘记过去，忘记曾经是星河兽夫这件事，对他来说，这件事已经成为了他的污点。少主脸色不太好，不知属下能为少主做些什么。江刀已经去教训他了，只是给梦妍出口气，你不必做什么。少主为了柳小姐，强行跟那个恶雌解除了契约，因此还受伤，导致异能降级。江家祖上作为开国功臣，自然也不是一般人家高攀得起的。况且少主没有让苏小姐靠近过一步，柳小姐一定会明白少主的心意。江墨川似有心事地摇着头，等你动了心才能明白，这种感觉会让人患得患失。他对柳梦妍就是一见钟情，为了嫁给他可以去做任何事。星河回归的消息成为了饭后谈资，兽皇城到处都在讨论着，苏星河竟然要回来了，我都差点忘了这个恶词了。听说他还活着呢，没有死在流放路上，就是靠他那几个兽夫保护。他那几个兽夫真可怜，也不知道他怎么蹭的军功，竟然还能回到兽皇城。很多人都等着看他的好戏，甚至觉得他会死在回来的路上。北罗部落，星河以血为引打开了储物戒指，看到了里面有很多地契，同时还有一个家主令牌。打开父亲书信的那一刻，星河的眼泪也流了下来。孩子，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想必你的身体已经完全恢复。我知道之前的样子并非你的本意，虽然知道你只是生了病，但为父不能干涉过多，我怕你再也回不来了。苏家的一切都交给你了，令牌可去钱庄支取金币，同时可以调动100家族隐卫，他们都是父亲为你培养的。为首的叫苏野，你的兽夫是为了保护你而挑选的。若你清醒过来，一切交由你自己做主。有些事情还未到时机，孩子。我和母亲都很爱你，期待和你重聚的那一天。这一刻，他的眼泪止不住的流，心口传来一种窒息的感觉。爹爹，别人都有娘，可我的娘亲呢？你娘在很远很远的地方，她很爱我们的星河，总有一天她会回来看我们的。可那一天是什么时候啊？星星好想好想娘亲啊！记忆中，父亲总会看着远处发呆，神色中带着无尽的思念。儿时的星河便极为聪慧，但父亲总会让他藏一藏。大人的世界充满了复杂与危险，所以要保护好自己。星河恢复了很多记忆，低声呢喃着：“爹爹。”沈慈安刚进屋，就看到了红着眼的星河。七主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还是谁让你不高兴了？我这就去为你讨回来。星河擦了擦眼泪，压下了心中的情绪。没什么，就是突然间要离开这里，感觉有点不舍。七主若是不想回去就不回去，七主想去哪里我就陪着你去哪里。该回去了，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重回兽皇城，难道你不想家吗？沈慈安叹了口气，我唯一牵挂的就是七主，我娘对我没有什么感情，估计早就把我忘了，所以七主，有你在的地方才是我的家。很快就到了回去的时间，除了云青兰的队伍以外，一路上还有精锐骑兵护送，保证他们的安全。虽然路上遭遇了几波刺杀，但都被云家的人手解决掉了。2个月后，他们抵达了兽皇城，骑兵也驻扎在城外待命。然而他们的车队却堵在了路上。今日城里怎么这么多人？这个时间不应该这么多人啊！正当花岭叶准备去查看的时候，云青兰从后面走了上来。此刻几人都如临大敌，眼神中充满了不安和抗拒。苏小姐，据说今日城内有人成亲，很多兽人都想着进城看热闹，所以现在城里到处都是人。星河点了点头，多谢云公子，那就先等一等吧。随后星河拿出了棋盘，跟温南希下了起来。此时前面讨论的声音传了过来，听说成亲的队伍有人免费发糖，也不知道什么人家这么大方，当然是江家成亲了，那可是顶尖家族。他跟柳小姐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自然要轰动全城了。听说江公子的嫁妆非常多，也不知道能不能赶上热闹。星河挑了挑嘴角，今日是他们成亲的日子，那还真是赶巧了。温南希几人不约而同地看向星河，等着看他的反应。感受到他们灼灼的视线，星河只觉得有些好笑，这么看我做什么？花岭叶有些酸溜溜的。七主听到江墨川成亲，会不会不高兴？萧继寒也悠悠补道，七主以前最喜欢他了，曾经想让他做你的第一兽夫呢。沈慈安也想知道七主的想法，虽然之前的人不是七主，但难保身体里没有残留什么执念呢。星河看着几个憨憨，笑得意味深长，我对他只有厌恶，我巴不得他们锁死在一起呢。放心吧，后面一定有好戏可看，或许都省了我们自己动手了。沈慈安戏谑地笑着，这个江墨川真是蠢得可怜，要是他看到七主后悔了怎么办？但他成亲就好办了。温南希也开口提醒道，这个柳梦妍身上有些秘密，所以大家还是小心一点。萧继寒也想起来了，以前只要七主出现的地方就有他，而且每次都会闹出一些事情，让人觉得都是七主在欺负他。不过江墨川非常吃这一套，他还觉得柳梦妍弱小无辜还善良。星河轻笑一声，那是以前，如今他再敢在我面前作妖，看我治不治他就完了。花岭叶虎眼一眯，翻了个白眼，我从一开始就感觉他很虚伪，这样的人应该有着蛇蝎心肠。他自小在后宅争斗中长大，他娘那些兽夫个个手段歹毒。沈慈安扑哧笑出了声，他那双眼有点邪门，但在我面前想魅惑我，还真是班门弄斧，可笑至极。萧继寒一语中的，我看他那样就觉得恶心。几人都投来赞同的目光，这句话说到他们心坎里了。星河这才知道，柳梦妍还勾引过他们，你们没中招，可江墨川和燕赵也中招了。一想到这他就想笑，锁死好啊，蠢人还需恶人磨啊。1个小时后他们才到达主街，可还是根本无法行驶。两边围观的百姓非常多，也格外热闹。这嫁妆可真丰厚啊，真是十里红妆啊。
也就江家才有这样大的手笔。江家底蕴自然不是我们能窥探的。江公子年纪轻轻就有6级实力，他以后就是江家家主，那是必须的。江家之前跟苏家定的娃娃亲，他没经过家主同意就解除了婚约，但奈何江公子真争气，愣是外出历练提升到了6级，最后得到了江家族老的支持，所以才能顺利下嫁给柳家。柳小姐那么温柔善良，肯定会对江公子特别好的。沈慈安在马车上实在忍不住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可真是好笑，我真等不及看后面的好戏了呢。女人只是弹出一枚棋子，竟打得杀手满地找牙。听到对话的花岭夜也冷哼一声，真是愚蠢至极。萧继寒也点头同意，这是在作死。柳梦妍从小流落在外，突然回来就被传得多么善良多么好，但凡好好想一想都觉得这里有问题。然而江墨川一股脑的跳了进去，只能说明他自己就有问题。此时江墨川正在跟百姓拱手示意，脸上写满了春风得意，突然感到一股不同寻常的气息，让他不由自主地冒出一股寒气。当他回头时，就看到了云家马车上坐着的人，难道那是沈慈安？此人性情古怪，喜怒无常，我不可能认错人。一想到这，他赶忙叫来了江刀，加强警戒，尤其注意那边的马车，别让人冲过来破坏成亲仪式。苏星河果然是攀附上了云家，难怪江刀派去的人都没回来。少主，他竟然还想破坏成亲仪式，真是太可恶了！他这么纠缠少主，真是该死啊！江墨川刻意压了压声音，让暗中的人过来维持秩序，别让这个恶刺坏了我的好事儿。很快，江刀就调动了很多护卫，这些护卫全副武装的护送着迎亲队伍。10级异能的沈慈安听得清清楚楚，星河和温南希同样也听到了对话，同时在马车周围释放了结界。温南希内心波动，手中的棋子瞬间化为灰烬。星河则悠悠地喝了口茶，真以为他能坐稳江家继承人的位置吗？七主想杀了他，我去动手，不能让七主脏了自己的手。星河眼底掠过杀意，杀鸡焉用牛刀，对付江墨川只需借刀杀人即可。江家可不止他一个候选人，只不过他的天赋好一些，但别忘了江家子弟可不少，待他丢了继承人的位置，那才真是有好戏可看呢。说着，星河的棋子下落，带着杀招直接吃了一片棋子。温南希释然一笑，七主这步棋倒是妙得很。花岭夜和萧继寒听不到那俩人的对话，不过听七主的语气，让他们觉得要大干一场，不由得热血沸腾起来。沈慈安嘴角勾起一抹邪笑，还是七主有办法，害我们故意破坏他的仪式，真拿自己当盘菜了。星河脑子里闪过一个想法，他既然这么认为，那我们不做点什么，还真是对不起他的怀疑啊。随后他拿出令牌递给沈慈安，拿着令牌去兵马司，就说我们的马车被仗势欺人的兽人恶意堵在街上，希望兵马司能护送我们回家。沈慈安刚要起身，兵马司的人就到了这里，指挥使王大人恭敬地走到前面，云公子，是小的来迟了，小的这就让人清出道路来。星河听到声音撩开车帘，王大人，云公子在旁边的马车内。云青兰从马车上下来，对着王大人点头示意，随后又转头看向星河，眼底带着笑意，就知道他不会受江墨川这口气。星河对他点了点头，无声地表示感谢，毕竟王大人在场，他们之间不能表现得过于熟悉。王大人，我们回来的路上遭遇多次追杀，好不容易来到寿皇城，却发现有人调动高手拦路，不得已才请王大人出手帮忙了。王大人额头都冒出了冷汗，这可真是神仙打架，无论江家还是云家都得罪不起啊。不过云公子立了大功，来寿皇城是陛下的旨意，更何况按照规矩也要兵马迎接的。星河此刻正把玩着令牌，他相信王大人是个聪明人。王大人大喊一声来人，为云将军清路。云将军是保护百姓守卫边关的英雄，不能阻挡云将军归来之路。天啊，云将军回城了吗？怎么办？好激动啊，那可是云家人啊，拥有雷系异能的家族啊。听说苏星河守城立了功，他肯定蹭了云家的功劳。此时兵马司的士兵正在清路，看热闹的百姓也都不再关注成亲，而是转头看向了云青兰他们的车队。江墨川的笑意全无，死死地盯着那辆马车。这个苏星河简直找死，今日我拼死也要替公子给他的教训。江墨川没有说话，也没有阻拦。苏星河，你故意破坏公子的成亲仪式，我家公子根本不喜欢你，你还来纠缠，到底是何居心？江刀运转5级异能飞身而起，直接拿刀冲向了星河的马车。他可真是本性不改啊，竟然还想破坏江家的成亲，太过分了。所以他是利用了云将军，江刀最好杀了他，为大家除了一害。听了多年的谣言，这些百姓对星河天然带着恶意。江刀行动的瞬间，几人周身的杀意就涌了出来。星河神秘地笑了笑，都不用动，这事儿得我亲自来。他眼底掠过冰冷的寒芒，手中的棋子轻轻把玩着。当江刀的剑要刺进马车的时候，星河的棋子突然穿透窗户直击而来，只听砰的一声，江刀虎口被震得发麻，手中的剑也落在了地上。与此同时，棋子力量不减，直接将江刀掀翻了出去。这一幕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，顿时呆愣在原地不知所措。江墨川更是惊骇的说不出话。江刀5级异能实力，温南希他们也才3级而已，怎么可能会是江刀的对手？江刀一口血吐了出来。苏星河，你别躲在里面装缩头乌龟，有本事你出来！就你这样的，谁会相信你能守卫边关？就算是这个时候，江刀还在故意蛊惑众人，想要抹去星河的功劳。只要朝廷将他再赶出去，也算是为少主出了这口气。星河轻笑一声走了出来，一跃而起站在了马车顶上，他就这样俯视着江刀，身上异能的力量淡淡环绕，尊贵的气质直接惊呆了众人。这一刻，在场的兽人无不倒吸一口凉气。他是。星河冷冷地看着四周，破坏！你太看得起你们自己了，江家的事情根本不值得我做什么。不过既然你故意找茬，那便承担后果吧。星河正好用它来杀鸡儆猴，手中棋子再次射出，噗的一声，江刀的牙都被打飞了出去，满嘴是血，呜呜地尖叫起来。他死死地盯着前面，无法相信眼前的一切。看到这一幕，众人纷纷让开道路，同时对星河也产生了敬畏的感觉。
她真的是苏星河吗？天啊，她的容貌恢复了，那刘小姐跟她一比弱爆了好吧？不对啊，她刚刚是动用异能了吧？那可是比江刀还厉害的异能啊！此话一出，场面瞬间安静了下来。刚刚还在骂星河的人，此刻也沉默不语，完全无力反驳。在场的很多雌兽眼睛都亮了起来，她动手的样子好好看啊，实在是又美又飒啊！在众人震惊的时候，云青兰也深情地望着星河，感觉她爱的人那么耀眼。此时江墨川被惊艳的忘了反应，他怎么会异能的？怎么可能超越了江刀？他一定还是喜欢我的，所以才会说出那样的话。星河压根没看他的反应，随着棋子不断的甩出，江刀的手臂也被完全废掉了。这江刀怕不是要被废了吧？众人都在旁边看着热闹。江墨川回过神，大喊了起来：“住手！苏星河，我让你住手，你听不懂吗？”听到这么恶心的声音，星河只感觉想吐。他越说话，星河的速度就越快。我让你住手，你不就是想引起我的注意吗？你还想破坏了我的成亲仪式吗？星河顿感无语，你真看得起你自己啊！我只是被你的话恶心到了，所以我更要动手了。随着最后一颗棋子的甩出，江墨川也动用异能进行阻拦，星河轻动手指就破了他的防御。虽然他反应很快，还是像被打了一巴掌。江墨川感到自己受到了羞辱，但只能死死地盯着星河。你看，你个弱鸡也配引起我的注意吗？还是回去照镜子吧。你现在跪下来求我破坏，我都懒得多看你一眼。我觉得你俩非常般配，我很看好你们。对了，江刀公然行刺于我留他一命算是格外宽厚了。你记住了，下次见到我就绕路走，否则见一次揍一次。话落瞬间，最后一颗棋子也落了下去，让江刀彻底成为了一个废物。江墨川根本无力反驳，也无法在星河面前维护江刀。温南希他们高兴坏了，妻主的话让他们觉得非常痛快。星河出手就是告诉所有人他回来了，强势归来不容人欺。天啊，刚刚他的话你们听清楚了吗？听清楚了，也不知道谁说他喜欢江墨川，人家压根看不起江墨川好不好？也是，现在觉得那江公子也不咋地，哪都是问题。就是苏小姐还是太善良了，要是我们直接杀了她。随着围观百姓纷纷离开，江墨川的队伍也变得极为冷清。这一刻他才意识到，他的名声已经被星河狠狠地踩在了地上。